点起来，我们是游击战直播间，每一场都不定在哪个直播间开播，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任何时候看到我了，请第一时间点关注，第一时间点关注啊！没有挂粉丝牌的宝宝挂个粉丝牌，挂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开始多久了？开始2分钟啊，刚刚开始2分钟，好不好？来吧，我们开始我们的脱口秀，请我们的1号女嘉宾登场。看看今天的1号女嘉宾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惊喜。想起她的好难过，多换几个试试啊！不要一天到晚搞得跟个没见过世面的一样，这想起这个的好那个的好，有啥好的呀？真的是都不是两只眼睛1只鼻子1张嘴，还能长个3头6臂。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哎，你说。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这个有点稀巴烂，希望您口下留情。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是体制内34岁，年入大概20个左右，有一个6岁多的女宝，然后我的配偶是农村草根创一代，37岁，年入大概500到1000，因为这个是跟体量有关啊。他有一个13岁的男宝，那我们两个其实是正常恋爱，然后因为我带球，然后推进的围城，现在是围城2年，有一个快2岁的儿子。然后我的第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是因为我一直没想明白，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说过要不要进围城之前，男方给了我90个 W 的线，然后给我付了一个首付，只写了我一个人名字。当时他是说是借我的名额，然后全程我就只负责签字，所有的东西他去跑，他去办，然后承诺了以后由他来负责每个月的那个还的那个。然后因为首付的这个里面有15是我的，有5个是卡里面弄出来的，有10个是借的。后来他帮我把10个给还了，然后相当于我就自己付了5个 W 的首付了嘛。然后每个月他也都在给我还，然后偶尔有几个月的话，他就会说这个月你自己搞定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围城了嘛，已经进围城了。然后这个前后就相当于这个房子我付出了15个 W，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我当时我的疑虑就是他当时难道不怕我不认跑了吗？不认跑了啥意思啊？怎么个不认法？往哪跑？因为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没有进围城的话，这个其实我可以不给他的，可以不还给他的。你的问题是这？我就在揪那这是很小的一个问题，很小的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压根就不重要啊！这个问题重要吗？不是，你这个老公说起来什么年入500到1000的这个级别，前面给你买个婚前的首付的房子，完了以后还这里东拼西凑的，你还怕你跑了？这什么逻辑？因为他们那种他要把钱从那个对公里面弄出来，有的时候也弄出来。哎呀，你可算了吧你！真的是你现在对于你这个男的每年的经济收入是不是有点很大的误解啊？我现在怀疑。今年确实去年的话我是很清楚的，就去年是有1600的。然后今年的话，你说的到底是营业额还是利润呢？我跟你讲啊，那有些项目毛利率只有1%。没，他们做的事情是自己先要把自己的拿出去，然后有个3年或者5年的回款期，这种做工程的嘛，垫资嘛。对。哎，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别管它是什么模型，总而言之，按你说的这个收入水平，就什么搞个几10个 W 的这种米的房子，还要这里凑那里凑的，你就别担心了，好不好？真的，你应该担心，就是你自己未来这男到底跟你想的一不一样？你不要担心这个什么婚前啊，他怎么想的一点都不重要，好吧？
好，那这个问题就过了，抓紧时间。这个我的第二个问题才是，我今天主要想问的问题。我自己的话，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和2个体制内的朋友，我们一起投资创业，然后开了一个店。第1年我们赚了很多，然后当时因为手里的流动多了嘛，然后我自己的消费水平也就上去了，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结果第2年因为口罩的原因，然后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依赖于人流量的，就一直在亏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把这个店全部都解决了，就是所有的后续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包括员工啊、客户啊之类的这些所有的遗留问题都解决了。在这个投资里面，我总的是亏了前后大概有60个 W。那而且可能就是我对于我的另一半的认识不到位。我觉得他婚后他其实没有给固定的生活费，就是每次我要了他就给，然后每次说你要不你省着点儿，然后所有的家庭开支都是我在支出。然后说实话我是有点入不敷出的。他虽然给的也不少，不少是多少？来，不少是多少？来，点位给我。有的时候是10，有的时候2、3、5都有。你现在2年下来盘算，他一共拿了多少出来？围城以后，他大概给了120到130，这个大概是这个数。行，接着说。然后的话，他也会每次都说要省着点，怎么样。然后，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之前亏的米，以及我一直都在把我的消费水平往下降，但是没有办法一直往下降到谷底的那种，导致我现在的话有那种贷的欠款。哎呦我的妈呀！你真的是，哎呦天！接着说。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想要让他帮我还这一笔。你跟他聊了吗？但我不知道没有聊，还没聊。直接说就完了呀！你还想啥呀？直接说就完了呀！我怕呀！你怕什么？我不知首先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去开口？然后还有就是，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说要跟我扯快乐证？哎呀，我的妈呀！他为这个事情跟你扯快乐证，那你就赶紧跟他扯。我说真心话，为什么呢？你这个男的，好歹啊，你跟他好了2年了，是不是？你要真的能跟他扯快乐证，他现在要是真的如你所说挣了那么多米，他还可以跟你分，你说是不是？太亏了，对吧？对呀，我跟你讲啊，你们俩完全是他看上你的经济条件了。你看上他的经济条件了，2个骗子互相骗，结果呢，发现他其实也没挣多少，完了以后你还这个大窟窿，我觉得你们俩完全属于这种基本盘，知道吧？真心话，我没跟你开玩笑，知道吧？一上来什么这男的年入500到1000的这个买房水平、还贷水平、给生活费水平，完全都不在这个框架内，他的。你说的他的年入水平跟他现在的整体支出是完全不吻合的，知道吗？一边这么支出，一边哎呀省着点儿，这省着点儿，那省着点儿，完全不吻合。他的人设跟他的实际行为完全不吻合。你还操那么多心，我觉得啊，你该怎么开口怎么开口就完了，知道吧？该怎么开口怎么开口。对的，直接开口就完了。还有啊，你是怎么在花米啊？你自己的这个消费情况你得盘一盘，男的的问题归男的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不能不正视不解决啊！你自己现在1年都没有什么收入了，你怎么能够把1年花出个大窟窿的呀？2年花出大窟窿，你怎么花的？我1年的收入大概是20个 W， 但是我围城之后，其实我的重大开出都是因为我们装了2套房子，里面的所有的电器都是我买的，都是我置办的。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他给你的2年加起来的这个开支，还要你自己去负担买家电？就只有家电，对。你的。就比如说这2年120是吧？你说他给你差不多120还能包含买家电的费用啊？买家具、买家电的费用啊？没有家具，也没有家具，只有电器，就是那些生活电器。你花了多少买电器啊？20多。那还剩100呢？花哪了呢？100的话，还有就比如说双方所有两方的老人啊、孩子，3个娃嘛，我们3个娃，还有我们的日常所有，就他真的什么都不买，连一根针。我问一下你啊，你现在就是说
3个娃每个月的开销大概在多少？我想一下，我算过，之前我算过，包括我自己读研究生的学费，一年就是20。什么呀？3个娃加你，1年就20？一年的学费是20，生活费的话，可能一个月1-2万，2万多。有的时候如果说要交开学的时候，你现在窟窿有多大？你欠了多少？90。你这个账都盘不拢，你在干什么呀？就是因为之前不是还有60吗？之前投资的时候不是还亏了60？我的个妈呀！你这个90现在是需要多长时间把它付完？就2年左右。2年付完分割，我告诉你啊，别谈这个什么贷什么款了，你这个稀巴烂那个鬼，你90 2年左右，你现在除以24个月，看看每个月需要多少。然后你就去跟他聊说啊，我们现在3个小孩的开支，然后呢2个父母加我们每个月大概需要花多少米，然后呢这个米可能不太够，然后你得跟我把生活费涨一涨，再一个就是说生活费得稳定下来啊，然后我呢也尽量的把我们每个月的开支搞小一点，但是你不能让我手上没有活钱，你就这么跟他聊，摊到12个月，你看看你要往高了多少聊，这么去跟他聊，好吧，也别说你这个什么某贷某款的事情了，好吧。但是不行，因为说我的前期会有，就是前面比如说今年了嘛，比如说未来半年之内，可能每个月就得要7到8个，就这么聊，按切割到每个月聊，就是生活费不够用。你一次性让他跟你给的话，你这个男的，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他跟你说的经济实力根本就不是很吻合。所以说我就直接不要提某贷的事情，对的，你就每个月，反正你2年把它摊完了就完了，但是请你注意以后的开支问题。好吧，你后面有什么问题去1v1吧。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时间到了，还有一个，好，谢谢。就是稀巴烂，真的稀巴烂，但果不其然，我天哪，真的，他说我做生意，我这个那个，我还以为他做生意挣多少呢，他搞个什么1年就花20，这1年我就挣个20，这，我天哪。是的，可能前面把个壳子搞得好像蛮风光，是吧？然后那男的本来就是个凤凰男，他还以为就遇了个白富美了，结果没想到，然后这女的以为他是1年能挣500到1000的，能挣500到1000的大老板，结果后来发现不是1年挣500到1000，是1年的营业额有500到1000。完了以后，营业额500到1000里面大概有400到800，全部是成本。我跟你们讲啊，很多传统行业它毛利率都巨低，你们知道吗？很多做传统行业的人，而且还有一点，像他们这种做工程的，现在这几年的行情极其的不景气，因为连很多某工的工程款都付不出来了，你别说那些私的，知道吧？像他们这种做的不大不小的，他公的也有，私的也有，这种工程项目呀，前面全部是垫资，后面款收都收不回来，还什么1年能挣500到1000，见了鬼的500到1000，收都收不回来，最后抵回来一堆破资产，真的，你们看那个某恒某大的啊，是不是？那是不是抵完了一堆破资产？你们就是看个壳，是不是就看个壳？所以为什么我老跟你们说，被光环迷惑的宿命就是被白批，这个事情无论男女都适用，知道吧？一定要看他平时的消费力呀、消费习惯呐、现金流啊，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天天就看那个壳子，打进出，进了多少出了多少，看流水，那有个屁用！大家没有关注的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呀，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因为我接触传统行业老板太多了，我们以前都是接触传统行业的老板呢，地产行业的上下游全部是这个情况呀，对不对？全部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米啊？根本没有那么有米的。来下一个来，你想他利润又不高，搞个10几20%的利润，最后工程款还回不来，哪里有米？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继续。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国外，然后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3年多了，他比我小2岁，我研究生毕业，然后他今年是本科，就是年底是本科毕业，然后2周前呢他提了分手，然后我们在国外注册了一个法律关系，然后不是结婚证，但是是围城证，但是可以分财产，然后现在正在给我办那个身份，就是永居绿卡，然后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妈妈特别的强势，2年前就以断米的方式阻止我男朋友他给我办身份，但是当时我男朋友扛下了压力，然后坚持给我办，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是感情有点裂痕，然后这几年呢，就是我和他妈妈见面很少，但是见面都是哄着他，所以就渐渐的相处就好了起来。但是前几周呢，我家里人过来看我，然后见面的第1天，他妈妈就和我家里人就是闹掰了，然后我妈妈就不强势，但是他妈妈单方面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然后把我和我的家人都删掉了。然后去年呢，我为了让他妈妈同意办这个身份，就全款买了一个35W 的车，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在那个国外的法律里面是就是写他名字，但是我也是有一半的。然后今年呢，我们把车卖了，买了一个更好的车，然后我花了50万左右，50W 左右，然后他就是花了剩下的，然后也写了他的名字，但是他写了就是这个50W 写了一个欠条，然后我们俩本身呢就是相处有一点点矛盾，然后但大部分他都对我很好，然后但是有什么矛盾呢？就比如说我很依赖他，然后对他的一些限制，就是社交有限制，然后没有安全感，会查他的手机，然后也不太会沟通。然后这2年我也长胖了，然后他一直都很希望我去健身减肥，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健身，但是我都很偷懒。然后等我的家人走的时候，他就我家人在的时候，他虽然跟他妈妈闹掰了，但是他都就是依然很好的对待我家人。等我家人走了之后，他就提了分手，然后说他妈妈就是以身体相逼，说如果就是真的给我办完身份了之后，他可能真的会那个啥，因为正常来说我是明年然后就可以办，就拿到了，还有1年的时间，我已经等了2年了，这个东西一定共要3年。然后但是也说了，就是给我3个月，就分手的那个时候说了是给我3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我找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或者减肥成功就和好。然后断联1周之后，我们前几天见面了，然后他就说，就算我变好了也不一定会和好，而且他就说，就是无论我们合不和好，他都不会再给我办身份，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他的枷锁了。然后3个月就是之后，就是从现在开始3个月之后就给我取消身份。但前几天周末的话，我看到他，就是我还是他的微信置顶，然后他另外一个社交软件 ins， 然后我的照片也还没有删，然后感觉他对我还是有点感情，但是他可能最近也在接触别的新的女生。然后我现在呢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明年入职。如果他给我取消绿卡的申请的话，我就没有签证了，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也无法入职，没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就可以明年拿到，所以就是不想放弃。然后他本人呢就是比较又高又帅，很招女生喜欢，然后他也不排斥和女生交朋友，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然后也不太计较付出，乐意付出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本人也比较单纯和真诚。然后呢，他现在不是说写了欠条那个50W，最近就转给我就不要联系了。然后剩下的35W就是我花了那个车卖了之后的钱。的米 ，sorry， 然后也在他那里，就是还没有转给我。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话，怎么才可以和他复合？然后怎么才可以让他变得很想跟我进围城，以及让他继续给我办这个绿卡？然后如果说想让他继续给我办绿卡的话，那我现在还要让他还米嘛？因为他说他最近还给我，还米的话，就我怕他直接把这个绿卡取消，然后不还米的话，我怕我最后身份和米都没有了，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失去的感觉，没有复合的动力，就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给你办这个身份，对他会有什么损失？会对他造成什么损耗？损耗是他这一辈子只能办2个人，然后办完我这个之后，必须要5年之后才能办下一个。然后你正常，如果你不通过他，如果你们再通过付费途径去办这个，需要多少米？就是要靠别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是配偶，是最难的，不是其他方法。如果说你找一个配偶啊，职业的做这个事儿，市场上需要花多少？50W 到100W 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啊。那么在我看来啊，你这个男生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认为本质上来讲，他做的是一个经济行为，就说，我为你做这件事儿，那么你本来在这个市场上你就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米的，那现在你来找我，我来帮你做这件事儿，可是呢，我也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呢，那我跟你说实话，说白了啊，他妈能从头到尾反对成这样，其实说白了，在这个里面计算的就是一个经济成本，没有什么别的。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对他不造成损耗，其实他没有任何必要去折腾。正是因为给他造成了这种损耗，隐形的亏损，隐形亏损，所以说他才会折腾这件事儿。这就是本质。要不然没必要，明白？他根本没必要在那跳，有什么好跳的呢？
男孩子谈恋爱呀，干嘛的？他跟你两个人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证都领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证都领了？证都领了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这么去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是让他隐形的亏损了50到100个 W， 这个是本质。所以说你看明白这件事儿，我觉得呢，你也就不要妄想啊、幻想啊什么东西。这个男孩子家里应该不是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很好的吧？就是他们家本身很好，但是最近几年就他们家也打了一个很大的官司，然后就花了很多钱。对，然后所以你看现在就他逻辑其实是非常圆的。你看，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家庭出现重大的就是经济波动，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家就开始盘算各种各样的口子，什么地方能下米。这是人性，明白吗？这是一种人性使然。他要盘算什么地方能下米啊？那在你这个口子上，他如果帮你办了，也就是说意味着5年之内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事儿赚到一个100，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不给你办，他现在立刻马上，他知道我能给别人办，我在市场上就是这么个价，他是不是至少能赚到50到100？这个就是本质。所以你不要妄想什么我怎么跟他结婚呢？怎么跟他围城啊？怎么跟他这个呀？怎么跟他那个呀？按你说的啊，这个男孩子什么又高又帅又会提供情绪价值，像他这么一个人设的人，他还能干嘛？他还能给人办身份。如果这个时候家庭的经济一封锁，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然后他们家再给他施压，他是不会考虑什么爱不爱的。面包都没了，我还要爱情啊？原来能够给你爱情，那是因为有面包，现在面包都没了，我还拿什么玩爱情啊？我所有的长相、身材、情绪价值，我能用来干嘛？我能用来换这个就是我现在能走的路，我能解决我们家的巨大问题。他妈一定会跟他沟通这件事儿的。所以说你看明白。那我这种情况还能复合吗？复个毛的合！你能让他们家缓解现在的经济困境吗？看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首先跟你抛核心矛盾，核心点在哪？就是因为核心的点位决定了他为什么要选择继续，或者为什么要舍弃这段关系。如果你想继续这段关系，你必须满足对方的核心点位，你可以吗？就是我甚至都跟他说过，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后如果进围城的话，我们家是愿意付，就是因为他们家现在不愿意拿那么多钱，就是他出来买房，就我们这个地方买房非常贵，我就愿意拿很多钱出来，然后比如说我付前面的钱，然后剩下的如果实在付不起的，就是我们自己去赚钱然后来还。他多大？你多大？就他22，我24。我告诉你啊，人家22岁，生命无限可能，懂吗？你们家总体资产是多少？我们家可能1-2千万，那差太远了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可以明着跟你说，他妈是什么预期？你没有1-2个亿的家庭资产，你谈都别谈，我告诉你，他儿子现在又帅又高又年轻，完了以后还能帮人拿身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妈妈一定是想掐尖的。你把这个逻辑一定搞明白。我们说凡事啊，它一定有一个底层逻辑在，知道吧？任何一个动作跟语言，它一定是一种目的去推动的，它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纯粹情绪化发生的，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他妈为源头开始反对的，他任何的反对一定是有原因的，只是说有一些原因他上不了台面而已。他不可能明着跟你讲，我肯定要找一个家庭资产几个亿往上的，对吧？我儿子这种条件。就是我现在问题是，就是如果说他直接给我取消了，我现在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是真的就是世界你这个东西没有用，我跟你讲啊，你就跟他聊，很简单。你说事情现在是这样，这个办这个身份，你就说怎么你能同意给我办这个身份，别的我也不跟你聊了，好不好？你说该怎么谈怎么谈，你说你想要什么，或者说你妈想要什么，你认为这个东西值多少，怎么说，你该怎么跟我聊，看看我能不能接受你提出来的价位，这么聊。你看他怎么说，知道吧？别装傻充愣啊。行，好吧，那我这个就是不能复合，别想什么感情上的东西了，太傻了，太愚蠢了啊！
太傻太愚蠢了啊！对，面包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谈爱情了，好不好？行，好吧，就这样啊，拜拜。凡事你们要归根溯源，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质在哪儿？本质在人性，就是你们对人性要有深刻认知。人性它的需求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懂吗？当他的低级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想要去满足那个高级需求的。人最低级的需求一定是跟物质挂钩的，你要去谈风花雪月，你要去谈两个人长相厮守，你要去谈双向奔赴，所有的东西，如果真的能够剥离一切的物质而存在，一定是因为它的物质已经充盈了。明白吗？纯粹的感情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去争取的，那么多的所谓的二代或者是干嘛的，为什么他们只有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有可能去找一个经济条件差距比较大的女孩子？为什么他们一旦进入这个社会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去找那些经济差距大的女孩子了？因为家里给他断粮了，因为他要自己去面对这个社会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赚的米养不活自己了。当生活中所有的现实面都摆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他发现我靠，我太需要我的父母给我的支持了，我原来的那种坚持是多么的愚蠢呐，明白吗？在那一刻，生活所有的压力压到他头上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自己最底层的诉求搞了半天自己没有能力满足。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跟他的父母抗衡，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跟他的父母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他抗个毛线的衡。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了。蛐蛐您好，可以听见吗？可以。你好，对，我就是有2个问题想找你请教一下，一个就是房子加名字的他不同意，然后现在就是尬在这儿；第二个就是现在这段关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你这个环境有点吵，你可以换个环境再连吗？可以，我现在可以吗？现在我走远了。好，你继续说。现在可以。对，就刚才2个问题，我要重复一下吗？重复一下。第一个是房子加名字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这段感情现在这个局面还要不要继续？对。然后我介绍一下，就是他比我大8岁，然后我们都在超一线城市，目前是上个月初已经领证了，然后计划是这个月底回他老家办婚礼，然后现在也在备婚当中，然后但是我们同居1个月呢，这个月可能因为我情绪的问题，或者说他脾气的问题都有问题，导致他会抓着我很多，一个是抓着我很多小的一些生活琐事，然后在微信上不停给我发教训我，然后第二个就是一点就会炸，然后就备婚这些细节什么的就会怒吼吵架很多次，对，然后现在呢，就是本来他领证当天他是答应我说，他主动自己提说会把这个房子加我名字，就是说然后回头共同还贷，然后后面他就没提了，我们也一起问了政策流程，但他没有办，然后到就是昨天我主动跟他提，我说房子加名，他说我房子因为他前面我就是上周日我们去外地嘛试妆嘛，就是婚纱试妆，然后他就主动跟我说这房子不会加你名字了，就说我自己一个人还贷，然后还在他自己这个家庭群，在他爸妈那儿说，就是说不会加我名字，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就现在的话就是见面就经常吵架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如果婚姻不加我名字，我觉得这个婚姻我就没有保障了，对，就是说之后万一他花心，然后就是什么分开了，那我可能到时候1-2年内如果有小孩就很麻烦。
对，你们两个人的家庭资产是多少？你们两个人的年收入分别说一下。那个我的话，他的话就是大概一年30个，目前，在外企，然后我的话一年大概30多。然后家庭情况呢？家庭他爸妈都是市委党校，4线城市的市委党校。不要再说这个词了。就是他是那个就是公职人员，都是公职人员，他们爸妈都是退休了。我问的是家庭总资产水平，好吗？那我的话大概我家是500个，然后他家大概200个。他比你还差。对，他家庭存款我不清楚的，只有在老家有套房，其他存款我不清楚。这就是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典型的啊，平民老百姓的女性向下找的归宿，就是你这个样子。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样本，知道吧？但是他爸妈人都很好，这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什么人很好？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啊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你这旁边太吵了，小姐。是他爸妈，其实他在他的家庭群里，他妈还帮我说话，让他对我好一点，然后你不要愚蠢，你不要跟他吵架啊，你不要愚蠢啊，好吧？他人也很好，你不要愚蠢啊，他性格也很好。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能听到。你不要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啊！你不要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行吗？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在一起今年4月份正式约会的，然后8月领证。没有多长时间嘛。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跟我争，你不用跟我争。人呢都是可以做短时间的伪装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临时起意出尔反尔的原因。其实我们常常说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他的行为才代表了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懂吗？他的父母永远是跟他站在一条线的，永远是跟他穿一条裤子的，无论他说了什么，他跟你说的跟他说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他们家庭内部说的跟在你面前说的压根就不是一码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搞明白这件事儿。他们的聊天就是很多事情还是说的没有说我坏话的，在他家庭群里。你不要这么幼稚，我再说一遍，你不要这么幼稚啊！你现在是非常幼稚的，知道吧？我们看的就是事实，前面答应了加名，但是是不是证已经领了？对，证领完不加了，这个就是事实本质，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跟我讲的什么他父母群里怎么说的，那个怎么说，这些东西都与事实无关。那我现在想跟他谈，就是让他加嘛，就这两天在那磨，如果不行，就月底的婚期就延迟。没有意义，我跟你讲啊，什么婚期延迟这个那个的，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对于你来说，这个不是筹码，知道吗？这个根本不是筹码。你觉得啊，你一个女生，你跟一个男的领了证，然后呢婚礼不办，是谁吃亏呀？是他吃亏吗？我吃亏。对呀，不是他吃亏呀。所以你所谓的啊，如果他不给的话，那我们就推迟是谁吃亏？推迟是你吃亏，他巴不得随便你，那我更少花钱。那现在怎么弄啊？那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说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来说，你认为迅速的进围城跟迅速的出围城这件事情过度的丢人了，我也不可能这么干，那么我就建议你呢，也就不要纠结这件事儿了。什么时候开始纠结这件事儿？如果下一次，比如说，谈到带球的问题了，必须把这个名字写上去，这个球才能带，要不然这个球不能带。咱们可以下一次再找机会来。你这一次，因为你们都是什么1年挣30这种这老百姓，你说你迅速的结，迅速的扯快乐证，这个说实话，我跟你去提这种建议都显得有点不负责任，知道吧？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家庭背书支持你们做这样的潇洒的决策，所以说我建议你呢瞅第2次机会，但是请你记住了，这个人说的话是不能信的，他表演的任何情绪语言请你都不要相信，一切以白纸黑字为准，一切以工商登记为准，一切以民政登记为准，一切以房产登记为准。
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建议。他同意说3年后他这个房子到5年了，我们共同买一个大的，写2个人名字。你现在就是在跟我扯淡。我跟你给的建议就是能够减少你的损耗的建议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听他说的话，他说的任何话都不会兑现。明白。啊，他有时候还脾气特别暴。不重要，我跟你们讲了很多次了，被一个人忽悠1次是运气，被一个人忽悠2次是智力啊。好吧。那我现在就他经常吵架，这个不知道怎么搞。不重要了呀，你只能过，你能扯快乐证吗？还怎么搞？往哪儿搞？那他跟我吵，我就要迁就吗？当然呢。你也可以跟他吵，我跟你讲啊，你也可以跟他吵，为什么呢？其实啊不重要，因为你们都是平民老百姓，明白吗？他老是挑我毛病，你还不是可以挑他毛病？那现在就是备婚，他就是非要我去他老家选婚纱，化妆师，就是城市的又一味省钱，我这事跟他又闹了，就闹了很多矛盾，他就老省钱，就说4000、6000够。来停，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接受现在立刻马上扯快乐证？我在纠结，其实我你能不能接受？别，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接受，我只能重新回到市场，再找。对的。但我现在能不能接受27了，能不能接受？那如果能呢？没有如果能立刻马上扯，这就是我的建议。我还没想好，我跟你说，我已经看明白你了，你是不可能走这一步的，知道吧？你没有这种支撑你走这一步。那他后面要对不起我呢？他跟我扯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不预设问题，好吧？啊，我们不预设问题，毫无意义。我没有房子的加名字就没有保障啊，那我到时候就是基本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你啥时候有过？你已经走到这儿了，没有意义。你已经走到这儿了。是因为太快了吗？是因为他没有加名，你就跟他扯证了，这个是重点。一步错，步步错。所以我说不要再相信他说的话了。如果你想往下过，先顺着往下过，先听他的，顺着往下过。等到要带球这个环节了，再让他加名，好吧？他到不加我就离是吗？到时候那只有这条路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好吧？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就这样啊。你们挺搞笑的，真挺搞笑。那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就我说了，咱明天就扯，最节约时间。明天就赶紧跟他去扯快乐证，好吧？哎，那这是最节约时间的，就看你敢不敢。你但凡要敢这么干，那我这我双手双脚欢迎啊！我双手双脚欢迎你们这么干呢。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们在骗我有啥用啊？你们在这骗我有用吗？我可以扯，我这有用吗？有意义吗？我还信你能刚结完婚你就能扯快乐证，我还信你们有这种魄力。我信你有这种魄力，你能在他没有跟你加冕的时候你就跟他领证？动不动脑子？你不动脑子，我也不动脑子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要是这种，我说怎么搞怎么搞，我拿得起放得下，我就这么牛掰。你要是这种人，你能在他没加名之前跟他把结婚证领了？每个人呢对自我没有清晰认知，知道吧？你们特别喜欢就是自己在那犟，跟我在那犟，我也不知道有啥好犟的。一个动作就能反映你这个人的人格，一个动作就能反映你的性格、内心世界，明白吧？不需要很多，所以我也跟你讲了，就这个男的，就这一个动作，我就已经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以后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明白吗？不要相信他语言表达的任何一句话，不要相信他为了说服你展现出的任何一种情绪，因为他已经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出尔反尔了，对不对？蠢人是怎么形成的？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蠢人狠人一线之隔？这一线在哪儿？就叫记不记疼，这就是一线之隔。被一个人一件事儿忽悠一次叫运气，对吧？忽悠一次不能够分辨你是蠢人还是狠人，只要被忽悠第二次就能分辨了。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对不对？被同样一个人忽悠2次，你就是个蠢货，对吧？那你来跟我连麦干嘛呢？不就是让我告诉你，你不要再这么干了，是不是？再呀，哎呀，他妈妈说，他妈妈都说他了，他妈妈都说他了，他也平时对我挺好的，对你挺好的，是不是？关键的事件不做，然后呢，在边缘化的问题上不停的找补，对吧？是不是？我告诉大家了的，怎么能够坚定我们自己内心啊，然后让自己不内耗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的，明白自己的核心诉求。只有在达成核心诉求的情况下，我可以在边缘化的信息上做退让，对不对？但是当达不成核心诉求的时候，边缘化信息一律屏蔽。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跟我滚远一点，死远一点，懂了吗？我图这个人图的是什么？我一上来跟你聊的是什么？我一上来聊的核心诉求就是房子加名。我房子加名这一件事儿，只要能达成，你凶一点，你脾气大一点，你哪怕你脾个差，你脾个 C， 我们回头再看，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能说，我核心诉求不达成，说好了房子加名不达成了，最后呢，哎呀，他今天给我带宵夜了，他今天给我按脚了，他给我洗脚了，他今天他妈说了他了，让他对我好点儿。然后这些都叫什么？这些边缘化信息。懂了吗？主次矛盾要搞明白，主要矛盾先解决，次要矛盾可忽略。你主要矛盾不解决，你天天盯着个次要矛盾搞，你这是属于自欺欺人的行为，这就是蠢人行为，对不对？还跟我争呢？有什么好争的呢？你既然这一步走错了，怎么办？现在是不是知道自己做错了？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你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咱就他的问题已经说完了，你再说自己的问题，你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就是错在你轻易相信他了，对不对？为什么他给你承诺的东西没有让他落实，然后你就先行一步，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犯的错误吧，是吧？那我们既然犯了这个错误，我们也不能说，哎呀，那我就散摊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嘛，对吧？你也不是什么非常富有的家庭，你们的家族也不支撑你一结婚就立刻扯快乐证，他们又嫌你丢人，你也不能跟你父母断绝来往，你也怕亲戚朋友对你指指点点，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你的基本盘？这个是不是你所处的环境？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得就着现在这个点再往下想办法？我就吵闹有什么用呢？已经过了最佳时期了，你这个吵闹已经没有价值了。这男的巴不得你吵啊，你闹啊，你只管吵只管闹，怎么呢？你跟我去扯快乐证没得扯呗？你会扯吗？你又不会扯，对吧？所以说我才跟你说，等机会，等到下一次你还可以再搞他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到了，哎呀，要带球了，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家庭他就是想着结婚生子嘛，他还能想啥呢嘛？他就这点诉求。到这个时候了，你再跟他谈呗。前面没有答应我的事，现在立刻马上必须给我做到。我信你一次，我信你第二次，对不对？然后你再来谈呗。如果这个时候你谈不动了，那你就别想了，你就直接把他踹了得了，好吧？给双方一次机会，行不行？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要是带球的时候又被他忽悠，孩子生下来我就加，那算是见鬼了。你今天这个你这个麦800块钱算是扔水里了啊！本来就被这男的忽悠完了以后，还来这儿消800。Hello， 你好。秋秋你好，哎，你说，哎，听得到，你说。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现在是21岁，在超一线，211女大学生，然后颜值身材有7分，是那种甜妹类型，然后会经常被夸漂亮、身材好、性格好的这种。然后家境是3、4线的城市，然后父母是体制内独生女小康水平，给不了我太大的经济支持，但是家庭环境很好，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很鼓励我、支持我，也尽力给我最好的。现在我是大4，但是也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还不错的工作，然后毕业入职之后。第1年的话应该是有15到20个左右。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我其实没太谈过恋爱，就谈过2段。
然后之前是对爱情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没遇到合适的话，我也不愿意将就，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花在自我提升上。后来就是接触过一些男生之后，我就其实也认清了男生的本质，也对那种幻想就是破灭了。但是我个人也不排斥恋爱或者婚姻，然后也想通过恋爱去帮助自我提升和成长。然后现在就是有点感觉我其实牌还不错，但是我一直不打，也不知道怎么打的这种状况。然后我根据自己的情况的话是有以下2种思路，然后想麻烦去帮我看看有没有哪种更合理或者说更好的思路和建议嘛。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那种婚恋一步到位的话，那我的优势就是我还年轻漂亮，然后身材好，脑子也还不错，就工作学习上面都还蛮不错，然后性格也是比较阳光开朗的这种，会被比较多人夸单纯可爱，然后情绪会比较稳定，也比较独立，也会给情绪价值。然后到目前也是出厂设置，然后如果走婚恋的话，我对恋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期望和要求，然后核心诉求就是实现阶级跃升或者是较强的物质资源支持，然后不发展稀巴烂的那种关系，但是对方多偶或者劈叉我也能接受。然后我走婚恋路线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渠道上虽然说不缺人追，但是现在圈子可能学校男生会更多一点，我也没遇到很合适的。然后我个人是更倾向于成熟一些的类型，然后就是网络对碰平台上其实还蛮多男生找我，但我觉得我还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就还是先不要去深入发展了。然后经验上的话，应该因为我也是恋爱谈的比较少，我会努力给情绪价值，但是我感觉可能还是外在优势更突出一点，会担心就比如说我遇到高级一点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不太会发展这个关系吧。然后第2种的话就是慢慢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因为我就是想慢慢成长嘛。然后我现在先工作是想也是借这个公司的背书去积累经验成长，之后是想出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找一下创业机会或者拓展人脉，想趁着年轻多闯闯多试试。目前也是觉得说个人发展有点受限，想借择偶拓展一下发展空间的话，那这种话就是如果说我觉得遇到差不多的会对我现阶段有帮助的我就谈，如果不满足现阶段核心需求的话就分开再去寻找下一个合适的人。然后的话另外就是我可能是身体比较敏感的那种，然后了解了这方面知识之后，我就可能觉得10点半生活也会给我带来比较大的情感上的增益，但是因为这个我还是出厂设置，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走婚恋路线的话先保留着这个会比较好，然后也会因为这个有点放不开。然后以上就是我目前的情况和想法，然后就想来问曲曲有没有什么指导和建议。是这样啊，如果说是对碰的话呢，我建议你啊，直接就带着你妈去对碰。我建议你啊，因为你是个出厂设置，对吧？那说白了，你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你现在希望用你的年轻漂亮以及出厂设置这件事情，在婚恋轨道上去打你的长板嘛。对的。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如果你想通过这个东西去寻求跨越阶级的婚恋对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而且是可能性极大。那就是你需要把关注点要放在这个事情上，它要有密集的有这样的对碰的这样一些机会产生。然后你要跟你对碰，不管是机构还是什么，你要严格锁定他的这个经济能力。然后你去的时候，直接就是以一个完整人设，就是我就是被保护的很好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现在出来对碰，说白了，我就是看比如说2年之内或者3年之内结婚的，我也不考虑什么别的谈一些乱七八糟恋爱，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我宁可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我的学业，放在我的工作，放在我未来可能有更好的职业晋升的空间上。就是这么一个人设就可以了，你给自己其实可以规划一个时间，知道吧？你要说出国去读书，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出国读书这件事儿呢，任何时候干它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自我能力评估，你觉得我想够的，比如说我想够一个总资产在1级往上的这种人，对吧？那什么是最佳长板？肯定是年龄，年龄肯定是第一要位的。而且因为你其他的我就是这个学历啊什么方面它已经达标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这个年龄它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你可以规划，比如说2年，我2年的时间里边我就搞这些对碰干嘛的，就是非常聚焦经济水平且付出意愿，让你妈跟着你一块筛，懂了吗？谁能够给最好的经济支撑？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呀？这个东西我觉得你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必须要让你妈妈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参与度。比如说，你可以就比如说你跟人家对碰或者干嘛的时候，首先就是把你妈你比如说你可以当着人家的面跟你妈妈打个视频，懂吗？就是要让她参与进来。就说因为我现在出来，我不可能搞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的。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如果说我在25岁之前我要结婚，我想找的肯定是经济实力强的男人。你就这么明着来，懂吗？明着来，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你那谈那个毛啊！你这个出厂设置那没有谈过恋爱，懂吗？你说我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呢，我就希望如果25岁之前如果要结婚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找一个经济实力好的男生去结这个婚。你说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宁可就是不谈恋爱，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学业上面，然后我过2年以后我就选择出国，直接跟别人就这么明着聊。好的，那就是我就是这种类型的话，我现在就是主要以经济实力为参考，然后其他的话就也没有说什么特别适合的类型，或者说你都说了呀，我希望能够跨越阶级，这个是你刚刚的主诉求啊。我们是不是说主诉求，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主诉求的话，我有什么必要我这个年龄跑出来搞这啊？那就是我现在其实还是更走婚恋这个路线，就是优势更大一点的，是吧？你听我讲啊，不是说你走哪个路线优势更大，而是说这个跨越阶级的婚恋这件事啊，它跟年龄强挂钩，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出国留学这件事它不跟年龄强挂钩，你过2年再干这个事儿，就或者说你哪怕是35了，你40再干这件事儿，它都可以。因为自我成长这条主线呢，它是永远可以做的，只是说如果说又是事业又是出国又是婚恋，我现在这么多选项，我不是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怎么做吗？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现阶段做婚恋这个事儿呢，你的年龄有绝对优势，别的东西你任何时间点去做它都差不多，懂了吧？好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任何时候你的主心骨、你的脑子啊、意识啊，一定要跟自己的就是眼界、格局、认知挂钩。就是我哪怕去对碰干嘛的，我也不可能天天对碰吧，对不对？那我其余的时间，我是不是还是要用来拓展自己的认知啊？对的。还有问题吗？好的，那我目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谢谢，就这样，拜拜。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讲的，其实我们永远，你看啊，我们永远讲的其实就是为女性赋能的话题，知道吧？就是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的意思。在我现阶段这个年龄阶段，我是确确实实，我21岁，我就是有可能通过婚恋实现阶级跨越的。但是我通过婚恋实现阶级跨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放弃自我的认知成长。那么找不找得到一个跨越阶级的婚恋对象，它都不影响我做自我成长的动作。那你看奶茶，他哪怕是结了婚，他是不是每天他还有是1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他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读书学习的，对不对？所以这才是他最独到的地方呀，对吧？在最佳的年龄，然后选择了一个可以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婚恋关系里持续的自我成长，是这么一个逻辑嘛，对吧？当然了，那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它这个事情它可能不是一个必然，它有命啊、运啊各方面的成分在里边，但是自我成长这件事儿它是必然，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件，说白了我们在对碰或者干嘛的过程当中，它多多少少的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在里头的，但是我们要在这个碰运气的过程当中寻求一些不变的东西，寻求一些于我而言稳定性更高的东西。这个稳定性高的这个部分，就跟我们有的说是我们把米要放在什么样的篮子里，它是不是一个概念？一部分我是不是要把它锁死，另外一部分我去搞波动，去承担风险，对吧？它就是一样的概念呢。所以我的时间分配也是这样的，我的精力分配也是这样的。我一部分的精力跟时间要放在能够稳定的让我自我生长的轨道上，我另外一部分的精力跟时间是可以放在那些波动性的轨道上的。以小博大呀，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它就是个以小博大，对吧？就是风险收益
成正比的一个东西。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试，对吧？但是我的弦是绷紧的，自我成长的这根弦永远都是绷紧的。那么就算是到了25岁，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跨越阶级的婚恋对象，我是不是还是可以冲事业，我还是可以出国读书，我还是可以干嘛，凡事不影响，对吧？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是18线小县城，然后父母是体制内有退休米，给不了太大的经济支持，顶多算是不拉胯。我本人的话是985硕，29岁，现在在教培机构，年收入20W。然后就是之前听了您的很多观念和理念，我是很能理解并且也认可的。但是我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我想我这个个例应该能够代表就是国内相当一大批的这个基层女性的情况。所以我在想，就是您说的那些理念或者是实践的方法理论，就是我们就没有可以实施的地方，就是一直苦于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在哪儿去施展。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我会比较困惑。我告诉你啊，我原来讲过一个理论了的，就是有关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其实啊，任何人他身处的任何的圈子都有可能有非常牛的人。你认可我说的这句话吗？认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就好像我是吧，我出生在一个极为平凡的家庭，极为平凡的家庭只会有极为平凡的亲戚朋友，对吗？对。那么相较于我的亲戚朋友来说，我是不是牛人呐？应该算是。不是应该算是啊，我还可以的啊。什么叫应该算是？开玩笑吧，我是不想给你们暴露我的实力。那么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任何的圈子里，在任何的环境里，他一定有相对牛逼的那么几个人，懂吗？关键在于这些人现阶段于你而言呢，他可能是个弱关系，因为你跟他之间并没有产生链接，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一双发现这样的人的眼睛，或者你就算发现了这样的人，你有可能是出于你自己主观上的懒惰，或者说是胆怯，或者说是客观上你认为跟别人之间有着物理空间的距离，你会给自己找无数的借口，然后让你就没有前进这一步。刨除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还有就是让我觉得比较迷茫的一点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链接您说的这些资源或者是大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你看，又回到我说的这个问题了，从你身边找。无论你是在工作领域里边，还是在你的社交领域里边，在任何的场域里边，他一定有相对牛的那个人，你还是没有明白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圈子啊，它是以点带面打开的，它是通过衔接了弱关系，然后去发掘弱关系背后的强关系，然后再把那些关系转化成我的关系，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步登天一蹴而就，知道吧？所有的动作它是一步一步做的，它没有说我突然一下子我就进入到了一个所有的人都是很牛的圈子，这种有没有呢？有，但是它需要大额付费，明白吗？我们有闺蜜圈啊，我们的闺蜜圈每个人都是10万进来的，能够花10万进来的人本身他就已经不差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每个人之间都挺牛掰的，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我们想要去链接那些牛人，怎么链接？是通过我先链接我身边能链接到的那个最牛的人，然后我就去舔他，我把他舔得明明白白，然后我给他狗腿子，我去参与他所有的圈子，因为他所有的圈子的量级一定在我现在所有圈子量级之上，
它是这么一步一步衔接上去的。然后你要把他的圈子打明白了，再在那个圈子里，你是不是站稳了？你站稳了，再看那个圈子里最牛的人是谁，然后你在那个圈子里再去衔接那个最牛的人，再往上拔一层，它是这样的。明白了。你不要好高骛远，明白吗？很多时候啊，你们自己身边的人，你摸查都没摸清楚。好多啊，在体制内上班的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什么很什么精行业的，一年就拿个10来万的人，人家身家多少个亿，家里多少个亿，你知道吗？你看那广东啊，那些包租公包租婆呀，每天穿着个拖鞋，穿着个大裤衩，身上一个名牌都没有，然后就每天在外面就路边摊，人家家里的房子都多少个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对于这些人的信息啊，本身你就没有摸透，你就没看明白，你就没看懂，你认为放眼望去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其实不是的，他可能跟你拿的差不多的收入，但实际上他的背景比你强得多得多。我认识多少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他们家里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些小孩，回国以后都在做教培，都在帮别人搞留学，教别人英语干嘛的，那人家都跟你家里是一个经济水平吗？我明白了。所以曲曲说的2点，第一点就是善于观察，第二点就是要敢于付出实际行动。对的，对吗？不要脸，知道吧？我脸皮要厚，我要往上贴，你不贴别人，别人会来贴你吗？好的，那这一点我明白了。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觉得我有必要再去提升一下学历这一块吗？就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比较不太能拿得出来的？不是，你已经是985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这就跟我说长相是一样的。那么多人嘟脸，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你们想搞大佬，是不是70分就够了？我说当你的颜值到达70分的时候，你不要再在脸上下功夫了。我经常讲这句话。其实呢，学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现在985，你已经不止70分了，懂吗？你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上不止70%的人了。实际上在这个点位上，你已经可以做重大突破了，但是你没有。所以说你还你总觉得好像做别的事儿显得有点无力，然后你总觉得这件事儿好像我挺擅长，我挺会干，我就干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要进步啊，他是在自己曾经不擅长的点位上做努力啊。你挺擅长读书的，所以你读了个985，那然后你就想着我反正挺擅长读书，我再去读个硕，我再去读个这，其实这是不对的，懂吗？你要在你不擅长的那些点位上先去补，然后把你所有的整个桶啊往上拉一层级，然后你再去想，我现在有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上到那个层级了，所有的人都是研究生，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学历，那我是不是得再把我的学历拔一拔？明白了，我明白了。还有问题吗？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好，曲曲。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一个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呐，不要有特别明显的短板，知道吧？我以前老说这个一个人长得好看呐，他并不是每一个五官都长得好看，而是他每一个五官都长得不难看，他拼起来他基本上就还挺好看。那个长得丑的人呐，他是有一个五官非常丑知道吧？就是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一个五官非常不好看，这个人他可能就很丑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女孩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在方方面面的在打造自己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你们想要去衔接一些圈子啊、人脉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们想一想，就是自己这个点有没有拖后腿。他只要这个点没拖后腿啊，我就觉得你们尽量把你们的关注点呢往别的地方上放一放，没拖后腿就行了，知道吧？在所有的点都不拖后腿的情况下，我再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去打造自己的价值长板的，明白吗？有的时候你们拖后腿的点太多了，画画不会说，胆子又小是不是？你说你怕你看到那个厉害的人呢，你恨不得躲得远远的，对吧？
所有的人在搏机会的时候，哎呀，你恨不得把个头都往后一缩。你说你短板多不多？你那么多的超级短板，你不想着补，然后你就想着，哎，我那个学历，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是最轻松、最容易的一件事儿。像你们有的女孩子本来就没读什么书，然后天天就嘟脸，每天是搞脸，每天就搞这个。说白了是什么？是你不愿意在自己缺的那个超级短板上做努力，不停的在这个本来自己就还蛮好的点位上不停的搞。对吧？但是你那个超级短板太容易露怯了呀，是不是的？你往桌子上一坐，话都说不明白，人家那个大佬就花重金要砸你，脑子不好用，是不是脑子不好用？3句话跟你聊完以后，不想跟你聊第4句，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最近啊，我们不是一直在做这个10点半呐，哼哈的这个线下的这种功能提升嘛？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就有些人他们在这个板上他已经短不见了，真的，他还意识不到，知道吧？他还意识不到，他还觉得，哎，我长得也挺好看的，哎，我嘴巴也挺甜的，我这个那个呀，完了以后在这个点位上完全就是一无所知，一片空白，吓死个人。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个事儿，他就压根儿他的眼光都没有辐射到这个位置上来，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你说你搞男女关系，你在这个点位上面有巨大短板，你说你怎么搞？搞不明白呀。来下一个来，关键你跟他说他还不承认，因为他总觉得男人就是这样的吗？男人就看这么点东西吗？还真是，还真是，好不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说，听得见吗？你说。我简洁说一下我基本情况啊，就是我们是出去读书认识的，然后在一起8年了，然后我和他是3年前住围城，然后我们是在18线小城市各自在做生意嘛，他年入70-80W 左右吧，我就30W 左右，然后我们相处一直没什么，就是自从有了娃以后就有很多问题，然后他妈管太多了，然后就是换了几个保姆，大家也弄现在很多矛盾嘛。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背后说我就是过多介入我们夫妻生活嘛，然后我老公那边也不怎么表态，那我们现在就关系就变了嘛。因为现在家庭开支都是我自己在支付的，就买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然后车贷啊、保姆养娃那些花销，1个月几万块都是我自己在给的，然后他也不给什么米给我，然后我也没怎么问他拿，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有吧，我就没有问。然后之前给过一笔70多的，然后但是他做生意，然后周转又转走了。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不顾家，也不帮我带娃。然后我请了保姆，他有很多意见，就也说我也说我不干了，回职全家就回家全职带娃。但是我老公都不同意嘛，就生活费也没有给我什么米。那我现在就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很多，然后他们也没有体谅我。就是现在我们10点半没有了嘛，就是多长时间没有啦？2年多吧。妈呀，你看。就我前脚说啥来着？接着说。就是大家感觉变了，所以我就每天过得很不开心。我就想要不要跟他扯证？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岁多的娃了。你年收入多少呀？我30多个 W 吧。他呢？他70-80个吧。他70-80，然后你30，然后相当于就是说他的米他自己一个人在用，你的米负担了所有的家庭开支。大概是这意思。然后在这个点位上，他管不管娃呢？管啊，他管啊。他怎么个管法？就我后面这几个月问他拿钱，他会给几千块，但是不多。不是，我是说在他的身体、精力、时间的投入上，他自己会去带孩子吗？带一下咯，就可能周6日吧，因为他1到5都要上班。我跟你讲啊，首先啊是这样子的，这个事儿呢分2面来看。第一面呢是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或者说值不值。我们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值不值的问题，就是你自己首先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觉得说我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男人去做一些什么改变，或者主动去调整。首先是这个问题，你能清晰的回答这个问题吗？
改变是指什么？不是指什么方方面面，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男人啊，值不值得你去下功夫去修复所谓的夫妻的关系？没有了。没有，那么就不用说了，你直接扯快乐证就完了。那就很简单，你看，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说，我觉得没有必要，那我还琢磨啥？没有必要就赶紧让他滚就完了呀。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顾及我感受了吗？你看，他是不顾及你感受，这都是既定事实。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是首先啊，两个人发生矛盾、发生问题，是不是两个人共同造成的？我问你。对吧？好，两个人共同造成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关系想要去修复、想要去推动，是不是必须得有一方先做，对吧？对。所以说，这就是说是谁先做的问题。那现在谁痛苦谁改变，他先做已经不可能了，已经不可能了。对，只有可能是你先做。所以为什么我问你值与不值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你花巨大的时间精力，然后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动，去改变，而且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只是叫做充分尝试，就尽人事听天命。我得先做，我才有可能让这个关系变好，对吧？如果我不做，他是不可能先做的，反正这个就是既定事实。所以就是你现在认为值不值？因为你要知道，做这件事后面面临着很长时间，对吧？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改变。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拿到这个结果还是不一定。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我现在已经搬出他家里了，和我宝宝。那还说啥呢？你直接扯不就完了吗？那你问什么呢？对不对？我觉得你都已经不停的在往后退了。哎，为什么给我关了？我这不是讲的挺正能量？什么情况？大师帮你好。什么违反直播平台规则？不知道违反啥规则，也不知道。关了，又重新开了。不过已经不错了，今天已经播了1个多小时才关。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啊，很多时候啊，一个关系它变得恶劣，它是什么呢？它是两个人不停的在对抗状态当中，一步一步逐渐恶化成这样的，对不对？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的，就是这个世界上95%的人，他都叫低级沟通状态。他不脱离这个低级沟通状态，他就不停的想用后撤、起跳、就是反着说话的方式来让对方顺从，来让对方妥协，来让对方让步，让对方给予。这就是95%的人都在干的一件事儿，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明白吧？他不停做的动作，你看他今天如果一点都没有想要修复这个关系的意愿，他会来连这个麦吗？他都已经带着孩子搬出来了，如果他觉得这个关系一点都没有价值，他连这个麦干嘛呢？这个麦还花800，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呢，人就是在内心深处呀，他其实是不太了解自己真实的想法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犟，好面子，对不对？好着面子他犟，他始终就是不愿意承认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想要挽回一下，对吧？所以你看他做的每一次的动作，那么我就能预见到，就像我说的，他们一定是什么？比如说每一次吵架，他想让这个男人回来，他就会说你跟我滚，对不对？每一次遇到了要花米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他明明想让这个男的把米掏出来，但是这个男的只要表现出一点点的你怎么又花多了？你怎么又花这么快？他马上就说你们花不花，我自己来，对不对？其实我们是能通过他的行为去判断他曾经所有的这些有可能发生的点位的。你看，包括他到最后，你说为什么
还要跟我连这个麦，但实际上他做的动作是什么？做的动作是他已经带着孩子搬出来了，就是说他想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他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带着孩子搬家，这是他动作。所以我总跟你们说，我说一个人你只要有一个沟通状态的改变，那么你就脱离了这个世界上95%的人，你就进入到了前面5%的高级序列。就是你说的话一定要跟你心里想的事儿啊在同一个方向上，你不能说的话跟你想做的事儿其实是反方向，你自己都在骗自己，你在用语言欺骗你的大脑，对不对？就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其实它都是跟你的潜意识想要的那个目标啊做反向动作的，其实就是这样。你们仔细的想一想，你们在生活中是不是这个样子？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一定要一致，要强挂钩，对不对？我是不是说你想要一个男人跟你付出米，我们要怎么做？推你，拉你，勾你，对吧？你说不给不行，对吧？哎，怎么花这么快？那我下次少花点，那这次已经花了，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让我饿死吧？哎，是这么个概念，懂了吧？他跟你吵架，他要跑，他要是你赶快把他一抓，对不对？你去哪儿？你不要走，你不许走啊！你走了，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这样，懂吗？你先把，就是说你呀，首先是不跟自己对抗。你们是连自个儿都对抗啊！你说你怎么可能不跟外界对抗？你看啊，有多少男的天天发视频骂我啊？这蹭流我就不说了，那蹭流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我就是流量密码，我跟你们说，我就是情感赛道流量密码。但是有多少不知所以的跟风者？你们今天就坐在这里，你们听一下我跟你们讲话，你们再试想一下，在你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我现在就是在面对我直播间所有的男的说话。如果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沟通状态，你有米你不给她花吗？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之所以有米不给她花，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是真的讨厌一个女人跟你开口提米吗？你是真的讨厌一个现实的女人吗？并不是，你是讨厌她又要还要刚，还嘴巴不承认，又要你付出了，她还要你滚，对吧？这个才是核心逻辑，并不是因为你不愿意付出，你个米呀，不是花在这儿就是花在那儿，说白了就是这样。但凡你能挣，对不对？但凡你能挣，不是花在这儿就是花在那儿。家人不花，要花外面，核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首先自己跟自己就要和解掉。我跟你讲，凡事啊，当下不要激化矛盾，知道吧？我先把你搞回来再说。哎，你给不给？哎呀，你不要先拒绝，你好好想一下，知道吗？他拒绝就拒绝呗，没关系。今天不行，第二回合，懂不懂？我就是个橡皮糖，明白吗？我就是个狗皮膏药，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没事儿，我明天再要。你今天没米了没事儿，等你下次发工资了我再要，等你下次发奖金了我再要，懂吧？我就这样的，我先把你稳住，首先是消除你内心的对抗情绪，然后我1次、2次、3次的来攻破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懂不懂？搞到最后，这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跟你们设想一个场景啊，为什么我今天跟你们多讲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啊，审核连麦越来越严。所以审核连麦越来越严之后呢，我就有就是我们连麦的这个人数呢，就可以往下降一降呢，我就有更多的空间时间跟你们去做一些更干货的输出。因为每一个案例其实都会让我其实有很多的表达欲。那连麦太多了以后呢，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给你们讲那么深。知道吧？所以说凡事都有利弊，就是其实我们在攻克任何一件事，攻克任何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断的做正向循环动作，
然后呢，在这个人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很想搞啊，第二次觉得你还蛮有韧劲啊，第三次就觉得，哎呀，我再不搞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个状态，明白吗？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你们内心又没有对抗情绪，你别说是这个男的了，100个男的你都拿得下。你别说是一个男的了，他是一个客户，一个甲方，一个领导，随便他是个什么玩意儿，重要吗？不重要。我这是完全可复制的技术手段，明白了没有？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只有就是到了我们不停的正向，然后这个人不停的答应，他又不做，你到了最后退无可退，才存在起跳，才存在后撤，对吧？它是这么个过程。那我们就把前面的这一段它统称为什么？统称为叫温水煮青蛙嘛，对不对？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们再想一想，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些东西，你们平时都做到了吗？哎，动不动的就是这个男的这也不行那不行，这不，我跟你们讲，他的问题一定是存在的啊。为什么？你以为你低级，他不低级，他还不是蛮低级，他还不是那个95%的低级沟通人。所以我跟你们讲，凡事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奢望别人有多么高级，知道吧？我首先是要让我自己高级起来，我自己也不高级，我就想让他高级，那怎么可能呢？本身95%的平民老百姓，他结合的就是那个5%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你们所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大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一个精神境界那么的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吗？那他看不到我，今天你们看到我了吗？你们看到我了，你们就有方法可以去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讲的东西，你们要去用，知道吧？不要有对抗情绪，在开口要骂人之前呢，先压一压，好不好？先闭个嘴，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是曲，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你后面的动作就会顺多。这个人他还连不连？他还在不在？先把连麦群里看。所以我告诉你们，很多男人他们就没看懂，他就听见那些男的骂我，夸跟这个骂，你知道，他根本就没看懂。哎 ，hello， 对不起，我断线了。你还有3分多钟啊？哦，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想法，就是我是想离的。好，但是那就不用纠结，你听我说。那么现在就是在扯快乐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阻碍吗？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他就1个月就给3000块吧。这不重要啊，这不重要啊，反正他跟你在一起，他也没咋给，就是扯就扯呗，这不是问题啊。就有点家庭压力吧。什么家庭压力？我爸妈了。我跟你讲啊，这些东西不用在乎的，因为什么呢？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知道吧？你任何时候要扯快乐证，你爸妈都会给你压力。今天会扯，他们也会给压力；10年以后再扯，他也会给压力。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出去读研。可以啊，你自己手上有没有费用？孩子有没有人管？我还有100多万存款。那可以啊，那就去读呗。哦，好，可以，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啊，就是说，哼哈呢，你们任何时候啊，你们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的所有的人一定搞明白了，如果说你跟你的老公之间已经长时间没有10点半了，那么你们这段关系一定有着巨大问题啊！如果现在你还觉得好像问题不大，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信不信这个傅首尔跟她老公一定就是长时间没有？你们信吗？我就最近这个事儿不是挺火的嘛，其实我不应该聊他，你知道，因为他也是个情感博主，我有点不敢聊他，人家粉丝量挺大的，我怕我聊完他以后被他们的粉丝冲了。
我跟你们说，很多东西啊，因为我们看的太多了，你们说一个男人，他原来一直都是带孩子的，知道吗？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在节目里面，他们就说啊，我们觉得好像现在就是兄弟的情谊，什么友情也有，亲情也有，但是爱情值为零。这个爱情值为零的感受是在什么样的现实层面上做体现的？爱情为零的感受就是在没有10点半的层面上做体现的，知道吧？两个人只要有这个东西的互动啊，那每一次的这个互动都能让你觉得你们俩多少还有点爱情明白吗？这是100%的。然后什么，哎呀，我就觉得他现在我已经，你看那个老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现在我不被需要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什么叫不被需要了？他一直都是家庭主妇，明白吗？他一直都是在家里带孩子的。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巨大更改？其实啊，这个女人她在外面奔事业啊，或者是去奔更高的知名度啊，会创造更高的家庭收入啊，这个那个的呀。其实这个不会影响一个男的真正的底层啊，让他觉得去否认这段关系，知道吧？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利好，懂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讨厌自己的另一半变得越来越成功，或者给这个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价值。没有人会讨厌这件事儿，就像没有人会真的讨厌一个好看的人。如果他讨厌这件事儿，一定是这件事里头产生了什么连带的弊端，他才会讨厌这件事儿的，懂吗？但是这个连带的这个东西呢，他又觉得好像解决不了，他不知道咋解决，是不是？说白了，什么叫做不被需要？其实在经济层面上，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对于对外的这个所谓的展现的公众形象上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是什么让他觉得不被需要？一定是常年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互动的。我跟你们说，一定是常年在这个事儿上没有互动的。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的审视一下，但凡你们还是夫妻，这件事情就不可以忽视。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说，哎，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不需要啊。完了以后呢，好，不需要啊，3年5年你俩都没互动，完了以后，这男的有一天啊，劈叉被你知道了，你也跳脚说这男的稀巴烂，说这男的什么人渣啊，这那，合理吗？就是不合理，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哎，没办法，咱们就是特别重视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极度重视。这要是哪个男的跟我2个人没有这个事儿，你都别等着他跟我说，我估计家门钥匙都换了。Hello， 你好。喂，你好，曲曲是我吗？哎，你好，你说。哎，你好！哎呀，天哪，你是我的女神，我要表白你一下，太喜欢你了。因为你是在漂亮国待过嘛，所以也了解一点那种老外的文化。我就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天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是围内的，然后第一个呢是他这个属于什么男？是皇帝男呢，还是生意男，还是什么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围城的关系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如果有的话，我应该怎么跟他相处？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基本盘，我今年37岁，然后身高165 102斤，长相身材大概7分吧，7、8分，然后看起来是比较年轻那种。那他呢大我9岁，是一个老外。我本科是在国内念的，之后来欧洲读研究生3年。那我跟他就在这里认识的，然后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米。开始呢，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也很绅士。然后异国他乡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学业上面也帮了我很多东西。那他也是那种比较有爱心的人吧，我觉得我就是我有什么愿望，他基本上会满足我，因为他看到我开心，他自己也挺开心那样子的。但是
他又很在意就是回报，就比如说他给我买了什么东西之后，如果他得不到相应的关爱回报的话，就显得很失望。性格呢，他就是那种挺强势的人。我们进围城，之前有吵架，但是整体还好。但是我们在一起就是现在就10点半，就之前一直没有很和谐嘛。恋爱3年之后我们进了围城，围城之后1年呢，我先犯过错哈，我犯错之后呢，我就直接提出来扯快乐证，那。反正这个欧洲嘛，这个冷静期挺长时间的，我还没扯完我就回归了又，但他也同意了。但是回归的时候呢，就他加了很多附加条件。反正回归大概1年之后我就有球了嘛，现在有娃有5岁，就是4点半这个事情上，我回归之后他就有点变本加厉，就是我跟他是没有的，他在外面就会有一些什么暂时性的关系，长的也好，短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有娃，我考虑到这个娃的事情，我就不再想扯快乐证了。他跟其他那些女人这些东西，我就忍了嘛。但是他呢，就看我总是好像，不太顺眼，反正一直在强调说我根本不爱他，我是在利用他，我跟他在一块就是为了他的米。因为就是我是住他的大房子，开什么好车啊，然后一直还说我是个寄生虫，说这样没有爱的围城就不如扯证。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房子也是租的，也不是买的，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资产呢，股票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图他什么，我觉得他这样说我很生气。然后中间我生完娃大概3年，我是没有去工作的嘛，我们也请了一个保姆跟我们在家一块去照顾娃。我现在是兼职，大概就税后人民币是年收入15个 W， 他是公司高管，税后年收入是80个 W。我不知道在漂亮国是什么情况啊，在欧洲税后80个 W 居然可以上升到社会上1%的这种收入了，已经，他算是在金字塔尖的，在国内也是，我听的好像他们都好像3、4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现在他就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还一直说我蠢呐、笨呐、就没文化这种的，反正经常就是语言性的攻击。反正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不听他就不行。我觉得他这个是因为职位现在升太快了，也升高了，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厉害了。在家嘛，他就像个老板，谁不听他就不行。然后以前呢，他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出去旅游嘛，他基本上都是带我出去旅游，然后都是3个星期这样子。这几年他也不带我去了，基本上他都自己去。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带你去，跟你出去也不开心，还不如他一个人去。然后他赚的米呢，他也不会上交。反正老外他们都没有这种习惯嘛，不跟你 AA 就不错了。重点我也没有怎么花他的米，真的是我的米就赚那点钱我都贴补家用了，我也没有余钱，余的米。反正呢就这样子日子吵架，反正2到3年了都已经。除非他出差，只要在家的话，我们就会每晚都会吵架。晚上吃饭呢，为了避免吵架，我就觉得那还是不要说话了。但他呢很生气，他就觉得不说话，那你是不尊重我。但是我觉得我一说话呢，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踩雷，反正雷都不一样，每个雷都不一样，就是肯定会踩，然后就开始争论，然后就上升到吵架，我也很郁闷，以至于这种长期的打击啊，语言的打击，我就很不开心，我就得去看心理医生了。反正吵过之后，每次跟他谈话呢，他就会说所有的事情都是95%都是你一个人错，你去自己反省吧。完这段感情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有娃，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跟他继续。就是如果碰到这种精神打压的人，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呢？所以你平常跟他说话，你会夸他吗？会赞美他吗？我会啊，之前都会，现在也会，但是就是有一点不太说的，就是说不到一起的话，他就会很生气。然后你们2个人现在相当于就是你1年赚15，他1年赚80的这么一个经济差距，是吧？那是不是就是那你1年赚15能够覆盖你们家庭所有的开销吗？他每年在家庭上的开销有多少呢？他是租房的钱都是他把车钱他出，然后平时一些吃喝他也给，然后我肯定是在吃喝上面也会给，就基本上我比如说每个月那些钱基本上都是没了，就可能就真的剩不了几个子儿。你别，我说的是他到底1年花出来的有多少？可能80，我都不知道他的这个经济情况，能花个50这样子。那就是说他大部分的收入实际上都花出来了喽。对，因为家里面支出挺高的。OK， 好的。那么你们2个人现在到底有10点半吗？没有。多长时间没有？
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不太能接受他在外面有人这个事儿。你看吧，但是就是我是那种身体上面不能跟他靠近的。OK， 你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很简单，没有10点半你就不用去思考他为什么看你不顺眼了，那不可能看你顺眼，不可能看你顺眼，那看他顺眼不了，我告诉你，知道吧？那我也同意他去外面找人了，我都不 care 这个事情。不是这样，他并不想这样啊。从他的观念里来说，可能他不想这样，他可能想的其实不是这种，就是家里的是这种，大家都是哎，我也不能跟你怎么样，然后2个人就跟一个室友一样，他不想要这样的家庭关系。为什么？因为本质上来说，他已经把他绝大部分的收入投入到这个家庭当中来了。你还在说，我感觉我也没花到他什么呀，这个那个的。其实说白了，如果说当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他一定会是这样的感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然后你还在摆出一副好像我没有付出，或者说你没有花到我什么东西的样子，那你把我的付出是无视了呀。那我平时也在家里面要照顾娃啊，就是我跟你讲啊，你不能双标，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一直在跟你对话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你不能因为自己有付出，你就看不到对方的付出，因为在你的语言当中你是这么表达的。因为你的表达，你一直在表达，哎，我的都贴补家用了，我也觉得我也没花他什么呀。他说我是个寄生虫，说我是个这个，说我是个那个，就是你其实，在你的认知当中啊，你压根就没有认知到，其实他已经把他的绝大部分的开支到家里来了，就是这个既定事实，你不能去否认它，明白吗？然后你要基于这个，你要想一想，你还需不需要这个男的这种？说白了啊，如果你跟他扯快乐这很简单，那就是你1年就花你这个15嘛，反正他是不会再补贴你了，这个是100%的。你就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质量，你觉得 O 不 OK？ 如果你觉得那样也 OK， 那么你完全可以脱离他的精神掌控，你就跟他拜拜就完事儿。但是如果你又很需要他，还是拿出他1年50-60的这个收入到这个家庭来，那么你就只有一条路，就叫做跟他修复关系，你没有第2条路可走，所以你到底要选哪条路走？但是这种精神打压也很郁闷，因为我之前他没有，但是你现在不停的在纠结情绪，我现在就是问你目的，知道吧？你看明白这个结论，然后你再倒推你的动作。我说了，你的精神打压我都感受到了，都确实是存在啊，你也郁闷。那么我就想问你的是，你能不能接受没有他的这个收入了，你1年就15，能接受可扯？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那就不用思考。那你就想明白哦，那可跟现在不是一个生活水平哦，这个生活水平差距还是蛮大的嘞。是，但是我觉得唯一可能让我比较纠结的是因为有娃，然后那我这不是问题，娃肯定是他养，知道吧？娃肯定是他养，你不会，你在欧洲，你1年15个 W 人民币的生活费，你还自己养娃，你养不起呀。主要是那娃是女的，她带我也不放心。有啥不放心的呢？我觉得之后女孩有很多事情吧，然后我觉得她也可能照顾的不如妈妈周到。如果你不能扯快乐照，那就别扯，那就别在这说七的八的了，那就只能想着怎么修复关系了。我觉得很难，因为可能这种都已经连续2-3年了，就是这种关系都很紧绷，然后也真的很难去修复它。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明白自己的低位。说白了，你们之所以修复不了，是因为你以为你老是想占高位，你就修复不了，没有修复空间，好吧？谁挣得多，谁掌握了经济大权，谁就是高位，就是这么简单。低位你就是要做好低位的姿态，去哄，去迁就，去给情绪价值，然后该10点半，那就是一切的一切得从你这改。好吧，那就没有10点半就不可以继续了，是吗？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好不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好的，好，谢谢曲曲。谢谢。一个男的，你要是不跟他10点半，他跟你搞这个事儿干啥呀？他不如在家里养个保姆。为什么？因为保姆成本更低。你们一定搞明白这个事儿了，保姆成本更低，而且保姆听话，懂吗？这个就是事实，这个就是本质，一切的一切是这个成本的核算呐，明白吗？一切的一切就是成本的核算是什么东西啊？他为什么要把你养着？他为什么要每年投入这么多？
不需要的。如果把你换成一个全职带娃的保姆，他还需要这么多成本吗？他不需要的。而且保姆在家里什么都能听他的，让你干啥就干啥，对不对？反正都是没有10点半，把他当大爷捧着，肯定是把他当大爷捧着，因为他老板呢，他老板肯定是他说了算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你们纠结于情绪，因为你们老是想要脱离物质平等的精神平等，是吗？你们想想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你们老是想要脱离物质平等的精神平等，对吧？就老是觉得你就应该给我什么什么样的尊重，你就应该怎么爱我，你就应该怎么对我忠诚。如果这个男的能够认可你所谓的牺牲与价值，他是可以自我约束，给你尊重，给你忠诚，给你什么这，给你什么那。可是如果连10点半都没有了，你还想让他给你这，给你那，给你尊重，给你尊崇，给你啥？他恨不得给你一脚。难道不是吗？他不给你一脚都不错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他心想着我还不如在家里养个小猫小狗呢，对不对？不用花那么多米，还给我提供好多情绪价值。我在家里养你，搞你个这个女人，结果呢，每天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他又不听话，挣的又少，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用我的，完了以后还天天想蹬鼻子上脸，他肯定是这么想问题的。你心里觉得，你一个男人是吧？你又是高管，你又是这个，你怎么不懂得尊重女人呢？你怎么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付出呢？这个那个，完全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是吧？就是自己的屁股决定自己的脑袋。挣的少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呢，又是挣的少，是吧？然后呢，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个那个的，你要怎么区别于一个阿姨？怎么区别于一个保姆？10点半呐，怎么区别？你以为在哪儿区别呀？区别于一个阿姨，区别于一个保姆，就区别在这儿了。这区别在哪儿呢？你区别？天天巴不得他就是闪耀着这种无私的光芒，是吧？你说指望这个男的闪耀个无私的光芒，做你的青天白日梦。你们看我的直播啊，就是不停的去戳破你们内心当中那个幻想跟泡泡，知道吗？然后呢，让自己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谁掌握了经济大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决策权，谁就是这个关系当中的高位。谁需要仰仗另外一个人的物质来保障现阶段的生活，谁就是这个关系里的低位。无论现阶段看起来是谁更哈着谁，不重要，不改变本质。千万别在就是实质低位的时候给自己搞个假象高位，知道吧？实质低位的时候给自己不停的觉得自己是假象高位，你就完蛋，你这个关系迟早就完蛋，就是这么简单。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的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上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认知现实，你怎么选都是对的啊！只要你能充分认知现实，不要自欺欺人，那么怎么选都是对的。脱离这段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一颗小蜜桃。一颗小蜜桃。Hello， 你好，你好。这个 I'm so tired 说话。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你好，就是首先我很喜欢你，然后第一次连线就是跟你，然后我有点紧张，然后是这样子的，我是90后，然后
身高1.7米以上，然后长相是偏甜的那种类型。然后男嘉宾一是70后，自己开公司，然后地理位置不是同一城市，是邻近城市。然后他之前我个人觉得他男女界限不是特别清晰，然后是不是他们都听不到他的声音？你好，能听到吗？你说现在能听到吗？你先接着说。然后他前女友在他公司，然后且作到我这里了，然后我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有抑郁的倾向嘛，然后现在在休息的过程中，然后最近跟他谈了，然后他说可以提供出去学习，然后不用跟他签婚前协议，且有一定保障，但是要先婚，然后年龄差距要过家里那一关。然后就是男1号，男嘉宾1号，然后男嘉宾2号是，介绍的，属于门当户对的那种，然后大我2-3岁，在某1线城市工作，和我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多半要回老家，1年有30-40个 W， 然后有一套婚房需要还贷，但是说可以不用跟他一起还，然后回老家年薪可能就会减半，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婚后工资可以交我60%，就想问一下哪个男嘉宾更适合我，然后我自己是有擅长的事，是要工作的那种类型。你多大？我95后。95后是9几啊？96。你年收入？年收入就是不确定，就是每个月都不一样，就是属于那种行政商务那块的，就是比较低呗。怎么说呢？跟我说个平均水平好不好？平均可能就2万吧。每个月？1-2万吧，差不多。每个月是吧？是的。然后这个1号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1号，我想一下啊，因为就是最近也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可能就是在一起两年的样子吧。2年，他付出了多少？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大概算一下大件儿。有没有大件儿？不知道啊？大件，你说的是那个大件没有。每个月呢有没有付生活费？没有。说啥没有呗？这1号比你大多少？20吧。比你大20岁，分批不出主打陪伴这种是吧？怎么说呢？反正他跟我说的就是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不要告诉我他说了什么来。好的。哎，是不是分批不出主打陪伴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不说感觉有点像，我们拿事实说话。我问你他有没有付出，没有，那么就是这种，是不是的？就有买小件吧，但是大件没有。小件是啥？多小啊？3000、5000？不，就是包那种嘛，是这样啊。这个爹呢，就是叫稀巴烂啊。这个爹是个稀巴烂爹，好不好？很简单。如果这个爹现在是找你想跟你求和吗？还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想，对，是的，想跟我婚嘛。直接结是吧？是直接结。对。他什么资产水平？总资产水平告诉我。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啥也不知道呗？你们主打一问三不知，你们这脑子糊的呀！就是真的，你说你跟一个大你20岁的爹在一块儿，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条件，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图啥呀？就是我感觉自己没有图啥，就不知道，随波逐流是吧？开心就好。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啥，比如说跟一个人在一起就要他给我什么。听我讲啊，很简单。如果你是这种类型的 ，OK， 果断选择2号哈，没有什么可以商榷的东西了，好不好？没有可商榷的东西，因为你脑子就是个糊脑子。像你这样的脑子呢，你说你去什么搞个爹啊，搞个什么跨越阶级的，根本就不现实。你直接找这个2号。就是好歹也算大家水平差不多，哎，他比你挣得多点，完了以后呢，他所有的承诺的东西让他去兑现就好了，好不好？咱们也不要想些不切实际的。
因为这个爹爹没优势啊，一毛钱优势没有啊。他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在婚后然后兑现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就没有决定，就是。哎呀，你听我说啊，我真求你了，好不好？今天呢是这样，我跟你讲，你跟我连这个麦改命，我不是在骗你，知道吧？我知道，你这个，我跟你讲，你闭嘴，你闭嘴。嘴，你这个1号爹爹就是个稀巴烂，听懂了吗？就是个稀巴烂，出来白劈小姑娘的啊，大棒槌，这属于是个稀巴烂，听得懂吧？不要跟我在那扯，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跟你说的都是屁啊！他跟你说的都是屁。来，这样开什么车？估计是200-300万吧。估计是什么意思啊？是估计是啥？因为我对车不了解。平时你们吃饭什么消费？吃饭，哎呀，家里吃比较多，我也不是特别追求那种高档餐厅的人。我他妈的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小姐啊！你要是那个一个月还有2万块呢，我建议你把金贵的关系下一单啊。待会儿下了麦以后，先去把金贵的关系学了，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社群。就你这脑子啊，我跟你说，你真的要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好好的被其他的小姐妹捶打一下，真的，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废了。这属于是跟这种老爹爹在一起，一问三不知，被别人骗得团团转，裤子没有穿的回头骗的。别搞这种事情啊，这个事情不适合你搞，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1号男选手绝对不能选，让他滚啊！没有任何可选价值啊！你要是今天跟我连了这个麦，你还被他忽悠什么怎么婚后跟你搞这搞那，你就可以把我拉黑了啊！你千万这辈子不要再进我直播间啊！好的，好，还有问题吗？你就选2号吧，好吧？如果一定现在就要结婚的话，选2啊，没什么好聊的，好不好？好的，谢谢。好，就这样，再见。拜拜。你说我是不是？我现在是不是在救人？你们就说我是不是每天在这里救人？我真是啊！我拿我的能量啊，知道吧？补贴你们这些猪女孩呀，猪脑的，一天天的，还准备拿那个男的跟他画的饼跟我聊的，知道吧？不挨着他拿那个男的跟他画的饼跟我聊。就这种爹爹，所有的东西啊，兑现一半啊，500万的东西你跟我兑现个250万，就250这个数也蛮适合你，知道吧？你这至少给我兑现个250，要不然的话别跟我聊。2年白批2年，分批付出主打陪伴，还在跟我在这聊，不知道在聊什么东西，他们谈野棉花。哎，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这个男的就是我们说的最恶劣的类型，知道吗？他这个1号爹爹是我们说的最恶劣的类型，天天就是估计开着个还行的车出来到处骗，连饭钱都不出，天天在家里搞，还主打那种是暖男人设，知道吧？主打那种老暖男，个老暖男人设，一把年纪了，谁要你暖呢？比别人大20岁，天天带着别人在家里吃，这稀巴烂！我跟你说，就这种案例样本呢，我也见不少。我跟你们讲，就这种案例样本我见不少。我们原来见这种案例样本的呀，都是把那女的哄的，带球了，完了以后这儿也不领，然后自己全世界到处欧洲游，这里游那里游，然后就把自己这比自己小几岁的女的跟娃放在家里搞个基本温饱线，我们看的不要了，稀巴烂，就这种最稀烂的样本。他把米呀，那真是叫一个给你看不给你花，知道吧？天天在家里吃，估计厨具还可以，估计把米呀，什么买个贵的锅，买个贵的铲子，哎，这种是吧？哎，买个贵的炉灶，哎，估计这个类型的，说不定饭还是让这女的做的呢，真是下头。来下一个，
雀雀你好，能听到吗？Hello， 你好。Hello，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91年的，今年32岁，长相7分，身材8分，3线小城市普通职工家庭，艺术类2本学历。现在职业是擦玻璃的波波主播。从16年开始我就做波波间了，这些年攒下了2套老家的窝，大概300-400个。但是自己一直在升级改造，走雌竞赛道，身体投入的、脸投入的也比较多。现在年入的话是100个左右，存款大几十个。领过2次快乐证，第一次进围城，现在有个蓝色的宝宝10岁了；第2次进围城，没有宝宝，和平告辞了，也是直播认识。现在我的第3次围城男嘉宾和我同年，比我大半岁，也是波波间认识的。21毕业，某企工作，年入200个左右，经常要出差，空中飞人。我们基本上是周末鸳鸯。21年年底认识的，今年4月份进的围城。他个子不高，长相6分，阳光类型。在今年你是人生赢家呀，你属于是你跑这儿凡尔赛来了是吧？你先听我说完，曲曲，我的故事后面更精彩，这只是铺垫。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我翻他的手机之前，在他在我眼里面一直是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完美的对象。发现他从去年开始就有 PC 的行为，被我看到了他和别人拍的好几个10点半的视频，和同一个北方的 YC 的女孩，视觉冲击力极为强大。还有和空姐、女主播、颜色唠嗑，以及北京女大学同学白月光天天分享生活日常，联系紧密。我问他 P 叉到底有几个，他说深入交流的只有2个，都是 PC。三观崩塌的我直接起跳，要求围城内财产协议，把他围城前的2套江浙沪的小窝加我的名字，其中1套全米购买，价值200多，另外1套贷款，首付我出了60个，他出了200大几。后来由于我经常作闹，他一直试探我的底线，赌我不敢扯快乐证嘛，然后口头答应没有签。就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我关注了你，并且上完了金贵关系的课程以后，明确和他表示所有的底线都有价码，表示我想扯快乐证，你不签就完蛋。后来他还是签了，但是他不知道我有一个蓝色的宝宝，也一直没有让他知道。现在我们在魔都生活，打算整合围城前的资产，在魔都置业。在我上你的课程之前，我恋爱脑且比较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的60个米嘛，购买婚前小窝。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听从您的金贵关系的指令，拿到了 P 叉最好的结果。现在看来下头之后，感觉也挺快乐的。现在我也做到了，就是协议签了之后，之前的事情所有翻篇，永远没有再提过好好过日子。所以我现在想问题就是一，他是多我男还是单我？目前这个男嘉宾是我的最优选择，因为我年纪也大了，对我各方面的不错，也给我花钱，我们10点半的生活也还可以。但是他缺点就是好色，喜欢看美女，偶尔还分享给我看。我也有提过和他开放式或者半开放式，但是他一开始说嘴上说同意，但是后来没签协议之前，我出门和网红圈的健身帅哥喝酒到天亮，收大哥10个以上的贵重礼物，他却起跳，不开心，所以才签协议。所以我现在要怎么跟他相处？你不思考怎么跟他相处就完了吗？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就不通知他不就完了吗？但他也会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就会。那你就不管他吗？你不是想要开放，你开放你就自行为开放就完了噻，你还跟他商讨个什么呢？哦，就是他开他的，我开我的。然后他的米到我的米，他开他的，你开你的，没毛病。你这有什么好达成一致的呢？明摆着嘴巴上达不成一致的个东西。那他是单我还是多我啊？你管他单的多的呢？你管这个问题干什么？所以他以后还是想要就是要有球，但我不想有球。你不想有你就别有，反正你自己有，他又不知道，那你干嘛？你管他的呢？你自己又不是不能控制这个事儿。所以我现在就是心态保持好，然后该吃该喝。对呀，你该干嘛干嘛，你别通知他不就完了吗？大哥，他只要是出去玩，你还不是出去玩？他出去玩，你知道放假。你也不是啥好人，本来也不是好人，干嘛呢？在这儿，你在这立啥贞节牌坊呢？这就是王八配绿豆嘛，臭鱼找烂虾。不是我5月底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难受。看了你的课程以后，我好多了，我人生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格局打开，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是说那个生活这艘船把你推到了哪儿，你就在哪儿看风景就完了，不要老是纠结，知道吧？没啥好纠结的。
你也知道这男的就这么个德行，对不对？反正咱也不是啥好人，就开心就完事儿呗。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一开始说，就是在我发现他5月底 PC 事情之前啊，我问过他，我说他会不会介意，就是我跟别人有就是什么样？然后后来他说他不介意。哎呀，你可别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人家科学是有实验报告的，知道吧？是有实验报告的。所有的就是说啊，开放关系的到最后都是男的受不了，都是男的以为他们能开放，但是最后发现他不能开放。所以说这就是有概率的，有依据的，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知道吧？他们不了解自己。对，之前我跟他说你想坐享其人之福，那为什么你开了我不开？我不要再讲这些词了啊！别跟我搞违规了啊！哦，好，对不起。想干嘛干嘛就完了，不用商讨，好吧？那关了，我说吧，这个词一说我就知道大概要关，封一天直接。这词一说，这4个字一说，我知道要关。那是有这个报告的，确实是有这个报告的啊。为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说男人他骨子里说白了就是，当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跟他真的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感受，明白了吧？他说的时候是为了他成全他自己的那个心态，他是为了成全他自己打开。但是真正当他已经充分认知到这个女的也是这么个情况以后，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他要跟你2个人搞事儿，就是这样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来，我都说了，游击战直播必须把都关注起来，好不好？能找得到我的地方都关注起来，这个很重要，啊！你们要是把我搞丢了，那损失可就大了哟。每天都有一堆男的那些情感博主，就是拿我起号，天天就是围攻我，对吧？组团在那举报，我一开播，他们就开始开播，完了以后就开始组织他们底下的下沉市场过来举报。Hello， 你好。Hello， 你这环境音太吵了。哎，你好。你这环境音太吵了哦。哦，能听到吗？好，你说。能听到吗？可以。你说。说。Hello， 你离开了，你不要退出啊！来下一个来，平台名字我不能讲啊，听到了，你不要退出哦。来，断了。但是你们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圈，我们的组织，好不好？啊，这个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哈，其他的都不稳定啊。咋又被关了？被关了是正常的咋？啊，被关了不是正常的吗？什么太大什么 ？Hello， 你好，你好，好，哎，你说。特别喜欢你那个摇那个扇子，就是羽扇纶巾的感觉。来。然后，哎呀，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请大家那个轻点嘛。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问题是我本身能力比较弱，但是我老公那个10点半特别冷淡，
所以不要扯快播症了。但是我们有2个小娃，然后最近的问题是我婆媳关系特别差，然后我婆婆现在公公婆婆搬到我们这儿来住一段时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那个88年的也算是名校毕业，然后去韩国留学的硕士，然后文科，然后我以前年薪还有10几20几吧，也不是很多，然后因为我先生他就是以前还有光环嘛，他是大名校毕业，然后现在是年薪40-50W。因为他的工作，我们搬到了那个3线城市，但是我们2个其实都是准1线的，然后现在买了房，其实生活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自从有了2娃以后，10点半就是越来越冷淡。他其实本来那个10点半也不是很好，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出厂配置，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每次都是我要求10点半他才就是好像不情不愿的，然后这个中间他也会P某 A 我，然后说什么我的身材呀，搞得我有点身材焦虑。其实我我个子不是很高，但是100多斤，但是100斤左右，然后生完娃以后就是有一点走形，然后他就会总是说什么下垂啊什么，就是好，不要讲这些，不要讲这些啊，不要讲这些重复信息了啊。然后他父母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不是特别瞧得起我，我父母年薪挺高的，一年能有100-200个 W 吧，然后资产大概6-7千 W 在准1线嘛，他们家可能是我们家1半。然后第一次我和他父母吵架是我当时还有收入是20多 W， 然后在1线城市。然后他就是莫名其妙，说，比如说我在他们家住，东西乱放啊。其实我在他们家住已经很小心了，然后就骂我。然后这次，疫情期间我就是，辞了职，就是因为有了小娃嘛，就是一个人就是很辛苦的带娃，然后3年就是口罩戴了3年，然后就都很辛苦的，然后回那个公公婆婆家看他们，待了7天，他们又开始，主要是我公公又开始说我，然后当时还摔了椅子，就是因为我女儿1岁多嘛，吃东西撒了点东西在那个地板上，然后我就很伤心。后来回来这个3线，我就是有点就是抑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要过来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就是说他们才意识到这样对我不对，然后还稍微道了个歉吧，也不是特别。来说主要问题啊，说主要问题啊。他们说要不要因为他这个10点半，然后那个扯快乐症，但是我还有2个娃，其实我儿子就是特别优秀，然后全年级第1，然后小提琴也获大奖，都是我带的嘛。哦，是这个问题吗？好，我跟你讲啊。那首先呢，我先给你科普一下啊，在我们现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有啊，在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的这个10点半啊这方面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啊，就是可以这么说，90%以上的啊，从出厂设置直接进到婚恋关系，然后连续生娃的这样的女性。它都有功能性的严重损伤啊！我先给你科普一下这件事儿。那么这个呢，你待会儿下了麦以后，你可以找我们的团队去了解一下。因为在你们最初期的时候，说白了，2个人极度缺乏经验之后呢，那么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撕扯，懂吗？啊，然后再加上生育。最后它就会导致这个事情，它就是功能性的非常大的损伤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呢，第二个事儿啊，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婆媳这个问题啊，我建议你啊，不要去跟他的父母打交道，这个是我对你的建议。就很少接触，就是接触那么2-3天。你别接触，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在3线城市，你的父母已经能达到1年100-200的收入了，你一定要从精气神上面首先给我支棱起来啊！你要知道自己是有底气的，好不好？对呀，对呀，你对什么？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种他的这个父母啊，你完全不用来往，你懂吗？他们现在住我们家啊。他们现在住你们家，你们不是说偶尔来往一下吗？我说他们现在搬过来住3个月。哦，3个月是吧？那我建议这3个月你也可以搬出去，或者带着你的孩子，或者正好呢去我们那儿去搞点东西，然后回你娘家住一段时间，别跟他们打交道，没有什么好打交道的。是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你这个问题在哪儿啊？核心是你跟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维系，没有很好的转化。所以说现在说白了啊，人家这个呢就是有一点故意的，懂吗？看着反正你也没人撑腰，哎，你老公也不站你这边，所以他们才会变本加厉，懂不懂？其实我父母对他们都很好，因为哎呦，我跟你讲，你父母就不该这样。人呐，我讲过就是讲了一个知识点，我讲过很多次，不要在负面的行为上给予正反馈。他的父母对你不好，你的父母就无需对他好，你更无需对他们好，懂吗？你不欠他们什么的，你不一定非要搞他这个什么婆媳关系的，多得很的，把老公被女的拿捏的死死的那种，自己家里人天天跟家里干架的，你知道吗？男的可以天天为了这女的天天跟家里干架的，多得很。你要找核心矛盾，懂不懂？你要找核心矛盾，你核心矛盾先去处理。你跟你老公之间看能不能先把我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修整修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这个东西修整不了的话呢，你们这个关系它很难修复，关系都修复不好的情况下，你更别想着去面对他的父母了。他能对你好，他的父母怎么着，他得尊重你。他如果对你不好，他的父母连基本的尊重都不会给你。如果他的父母连基本尊重都不给你，你的父母或者是你还在对他们好，就只会让他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是的，他这次骂我就把我们全家都连着骂进去，我就莫名其妙。因为我父母，因为别人也会给他一些吃的什么，就是小东西，他疫情期间都给他一车一车的送。哎呀，你的父母就是太善良了。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父母，他跟你这种操作呀，你们就是属于完全是在滋养别人的恶，懂吗？你们这种就是你们面对的这个家庭啊，它不是什么，就是你老公他们这个家庭不是什么牛掰的家庭，你懂吗？对，他不是什么牛掰的人物，说白了，他们就是会撒泼，他们就是会撒泼，会不讲道理。你怎么能够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呢？让他越来越撒泼，让他觉得你看，只要我一嚣张你就怂，只要我一对你不好，你马上就开始哄我，你这不完蛋了？是的。然后他其实以前也都不给我钱，他一说啊，你父母不是给你钱，因为我父母虽然我那个就是挣的没有他多，但是我父母每年都会给我打个。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记住了啊，你父母给你的米1分钱都不要往家里投，都投资到自己身上啊！我现在就给你把这个路给你锁死啊！你父母给你的每一分米，你都投资到自己身上，哪一天这个男的不行了，踹了都无所谓，我随时随地我还可以再来，当然这是后话，但是你不要当个赔钱货。好的，好吧。但是我有的时候给那个2个孩子花嘛。哎，给孩子花那是给孩子花，但是首先他的也得往外掏，明白吗？不要他的还没掏干净，你自己就开始往里补。是，但是他不给我，他不给你就干架呀！你听我讲啊，首先我们是从什么？我们是从情感层面上我往回拉，对不对？哎，谈情说爱的层面上往回拉啊，或者是哼哼哈哈层面上往回拉。但是谈到经济层面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要找你干，一定是要找你要的，懂吗？你不给我不会让你好受的。10点半就是拉不了，感觉他就是拉不了。你听我的，你先下去以后，先找我们问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娃之前
一般就有点不行啊。我不想重复了啊，时间到了啊，我不重复了啊。你先下去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个一定有损伤，我可以100%告诉你啊。好的，好吧，谢谢曲曲。好，就这样啊，拜拜。一定有损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手很多很多的案例了，我都已经搞成半个专家了，知道吧？我都快搞成半个专家了。好多女生她们就是这样子的，她们没有谈过什么恋爱，然后直接就进入婚恋关系了，然后两个人对于这个10点半这个完全没概念，所以说两个人在非常生硬的情况下面，然后最后就直接到了生娃的这个轨道上，最后就导致变得严重损伤。本来这男的就不咋地，听得懂吗？本来这男的就不咋地，他本来就不太会，他本来就不怎么会，然后呢，在这几次不好的这种经历之下，他就变得更差。然后你再一发生功能性损伤，直接就不想搞了，听懂吗？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这个点位上的。你们要把自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方面啊，首先要把它调节到最佳状态。我告诉你，调节到最佳状态不是说面对他算个老几啊，他不是说面对这个男的。当然现阶段我是修复夫妻关系其中一个环节，我得先把自己这个功能搞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很简单的道理，哪天看这个男的不顺眼了，你这玩意儿是你自己的，是他的，对吧？你想在外面去干什么，他管得着吗？他管得着你吗？你自己的钱，你父母给的支持，关他屁事啊，对不对？我现在做这个事儿，首先我跟你两个人往好了搞，那是给你面子，明白吗？那我这不是因为我们还有2个娃吗？我要给2个娃面子呢，对不对？我先跟你2个人往好了方向去修复了，对吧？但是哪一天你真的是不咋地了，我还不是把你当个摆设？我把你当个摆设，我不能不顾我自己的幸福啊，我不能不顾我自己的内心平衡跟快乐，对吧？我还不是要该干嘛干嘛。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蛮难，因为直播间里什么都不让说，知道吧？什么都不让说，我一说他容易给我干关了。今天已经都关了3轮了，我又想跟你们讲，但是我又不能，反正就是你们经常听，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我反正是黑话越来越多。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哎呦，你们也不要给别人当妈，人家说了，我有2个娃，我现在不想扯快乐证，这是他的主诉求。你们不要老是动不动的就是扯快乐证算了，在这种难地方干嘛？我是不是每次都在告诉你们，不问不答不求不助，对吧？首先是以他的主诉求为优先，然后在这个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个 Plan B， 告诉他你的退路是什么，你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在他的第一性选择不能够完成的很好的情况下，让他知道自己不是无路可走。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而不是一味的想要去让别人去做一个他当下做不了的决定，明白吗？来，下个来。Hello， 句句你好。Hello， 你好。你说。哦，我在1线城市。又关了。我太难了，我这一天还有地儿播吗？今天，哎，我太难了，你们看我得多注意了呀，这已经。乱疯一通，关了为上，反正他管你是个啥，还是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现在就这样，主要是举报我的人太多了。最近有几个男的已经疯了，就丧心病狂的在那儿蹭我，为了起号丧心病狂，真的就是胡说八道，完全不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完了以后点赞量又高，因为现在只要是说我，他们就点赞量特别高。但这些人呢，就是属于是一点商业头脑都没有，干这种事儿。
我也不知道他骂我吸的那些粉能给他带来什么商业价值。Hello， 你好。你好，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一线城市，然后37岁，本科毕业，169的身高，长相就大概7左右。然后在33岁的时候进围城，嫁给了一个不明财产的老公。后面现在有个孩子，已经4岁了，但是目前呢已经跟他扯了快乐证了。因为总体感觉不是很好，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傻白甜。就是他婚后呢，给我的付出大概就是全款买了一辆30几万的车，然后每个月生活费也不是非常固定，就挤牙膏的这样2、3万或者3、4万这样给。然后他完全不参与带娃，所以就我跟阿姨一起在照顾孩子。因为婚后之后我就也没有再上班了，就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可能跟他就是渐行渐远吧，反正最后关系恶化的特别严重，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扯了快乐证了。然后现在他自己要带娃去新加坡读书，然后我自己就在国内。然后基于我现在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就是扯了快乐证，我也没得到什么，孩子也归了他，还跟着去了新加坡，我也没什么存款，所以我感觉就是过得稀巴烂。但是对这些我现在也没什么太多好去辩解的。我就想说，我感觉我的性格上有点太软弱，就是太害怕面对冲突，太软弱，所以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重新起航的话，我应该怎样去？平静一下啊，不能哭，一哭我们就要关号。自己重新起航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改变？比如说，我怎么在跟别人建立其他的关系，要怎么建立边界，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能让自己重新正能量回来？你多大了？37。然后你现在一共手上所有的资产、现米什么的，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加在一起不到100吧。然后是什么东西加在一起不到100？都分别是什么？就是自己在老家有个房，然后还有一些存款，还有一些股票，大概就加起来存款有多少？存款就几十，然后剩下的几十是海外的股票。然后你大概每个月需要花多少？你说离婚前吧，还是现在？现在，不要说违规词啊。OK， 我现在一个月大概1到2就差不多。你现在一个月还要花1到2，你这个1到2是花到哪儿了？因为这事情才发生，还没到1个月。还没到1个月所以是吧？你自己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然后你有多少年没有工作过？从怀孕7个月就没有了，所以大概有4年多。4年没有工作过。然后那么你现在是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诉求是希望还能找到一个好的婚恋对象呢，还是说你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快乐一点，有能量一点？你的最大的诉求到底在什么方向？你觉得如果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话？婚恋绝对不是，我只想找回我的正能量，好好生活。如果能有更多的米，那是 OK。非常好，我只想先把自己安顿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么呢，首先啊，基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以及你的目标来说，其实你的情况并没有多么糟糕啊，并没有多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没有负债，对吧？你手上起码是正的，对吧？正的资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你没有一个非常就是所谓遥不可及的目标。你不是像有的人说我要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会存在一个所谓的叫欲求不满，求而不得。所以从这2个层面上来说，其实你非常的简单，就是没有想明白要干嘛呢，我们就什么都别干。这个是我对你的建议，什么都别干。就是你可以选择跑步，
你也可以选择跳舞，你也可以选择睡觉，你也可以选择有事没事的出去随便找个bar坐一下啊，跟别人对对话，或者你哪怕刷社交软件无所谓。我对你的建议呢是不要过快的去找出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那么急于的去解决一个什么当下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懂吗？你当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巨大的坑、巨大的问题需要你在短时间之内迫切解决，你没有。说白了啊，以你现在的这个支出和你目前手上的现米来说，还能至少支撑你2年啥也不干，至少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2年是干嘛的用的？调节心情，我不需要干嘛，听得懂吗？因为很多时候啊，你们如果说急于把自己拽出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遇到另一个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我曾经已经做了一个我认为是很错误的一个决定，然后导致呢，可能我在几年的这个生活里，我并没有觉得很快乐、很愉悦，甚至于感受到了很大的负能量。那现阶段我到底要干嘛？我就是停下来，我有事儿没事儿的想一想，我过去做错了什么呀？下一次遇到那样的事情我要怎么说呀？下一次遇到那样的情况我要怎么面对呀？我能不能把这些点位一五一十的把它梳理一下？其实你所谓的什么呢？啊，我怎么去树立框架？我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原则？什么这个那个？它是什么呢？它是要经历一个非常细致的复盘的。因为啊，所有的框架原则，它是在每一次的对话当中丧失掉的。你们在这几年的婚姻关系里，你经历了无数次的对话，你跟他之间对话了无数次，每一次的对话如何让你自己丧失了阵地，如何让你自己丧失了框架，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认为自己应该怎么说怎么做，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不要急着去做什么让自己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的事情。对，就是有时候会给自己压力，就想说我想尽快的去到新加坡，在那边生活，去看我的孩子。 No， 你听我说啊，这是我唯一的牵绊。来啊，我们是不是经常在直播间里，我不知道你看我直播多久啊，我们经常在直播间里讲的一个话是什么？是我是一切的起源，对不对？我是一切的起源。所以说我首先要把我自个儿弄明白，我自个儿跟我自个儿的关系要对，那么我才能跟身边的人关系对，我才能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对。你现在急于把拉近你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其实它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把自己还没盘顺。是的，你的孩子他走到天涯海角，他都是你的孩子，懂吗？而且听下来，你那个前夫他也是经济实力不差的人，对不对？他是他的亲生孩子，他怎么着他饿不着他啊，教育也好，这个吃的喝的用的也好，他是不用你操心的，懂吗？对，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你焦虑的问题，你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前途去焦虑，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巨大的坑需要填，现在没有巨大的困难需要你去突破，并没有。所以你就想着我2年时间之内，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躺平躺平，想看书看书，想运动运动，想学习学习，想社交社交，然后你慢慢的就会找到方向。千万不要急，不要急，因为从一个不好的状态里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慢就是快。明白。你可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交一交正能量的朋友，就很快就能正能量，就像看我的直播的功效是一样的，知道吧？对，就觉得亲密关系不敢碰了，不用碰，不想碰就别碰。你听我说啊，不想碰的东西咱们就别碰，明白吗？什么时候想碰了再碰。不要逼自己，对吧？对，没必要，好不好？我告诉你，你把这2年把自己干死，干成一头牛，你也不可能财富自由，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巨大的经济变化。既然如此，咱们还不如就慢慢走啊。
然后瞅机会，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调整的不错了，你自然而然就切进去了，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啊。好，拜拜，谢谢。社群怎么进？就是去找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啊，一定要是正版 ，OK， 然后就会有我们相应的社群。我们社群有管理员啊，每天带着大家，不光是要温习我们在直播间里边讲的金句，而且呢，要做金贵的关系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试题。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把我们学习的所有的内容去加深，然后呢，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姐妹，然后她们可能有同城的，或者说有隔得比较近的城市的，大家彼此之间自己也会去互动，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彼此之间也会去交流，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走思想死胡同，还是有蛮多的意义的，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充盈我们的功能啊，不断的充盈我们的价值。你们很多时候其实错误就是犯在这个地方了，老是急于求成。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功近利，也不要急于求成。我们要把自己放到生命的长河里边去看问题，知道吧？我们要把自己扔到生命的长河里边去看我们当下的每一个瞬间，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难，也没有那么的值得去焦虑。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原来我跟我一个闺蜜啊，就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俩晚上在外面散步，结果呢，就看到这个一个就是这种上海的那种老房子啊，一个那种大的宅子、大院子、洋房。后来呢，我就说，哎呀，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要在上海买一栋这样的房子。然后我当时那个闺蜜就紧跟着说了一句，算了，你还是别做梦了。我那一瞬间我就非常的烦，我就跟她说，我怎么就是做梦呢？她说这种房子得多少个亿呀，这怎么可能买得起啊？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现在买不起，不代表我80岁的时候买不起啊。我说我想拥有这样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个方向目标。我只是冲着这个目标，冲着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实，我没有在浪费时间。我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我80岁的时候做不到，对吧？我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我的孩子做不到，不代表我的孙子做不到。我说这件事儿于我而言，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并不是我线下要拿到的一个现金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在这个里面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物欲，明白吗？而是对于美好的一种向往。但是我对美好的向往，是我用我自己生命的长河去看待的一种向往，不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拿到什么结果。我现在立刻马上拿到这个结果，我会干什么？我会剑走偏锋啊，我会去赌啊，对不对？我会有那种侥幸心理啊，我可能就会去走偏门啊，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急呀，我急于拿到这个结果呀，对不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任何一种美好我都有可能触达，我只要把我自己扔到我生命的长河当中去看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有，是吧？那个80岁再出来创业的，怎么不可以呢？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生命力呀！我一直在为了快乐，为了幸福，为了内心当中的平静，在奋斗的一个状态，仅此而已。那么我有的时候走得快，有的时候走得慢，但不是我强行拉自己的节奏，而是我在跟我自己的内心做一种自洽，做一种和解。我认为我现在可以快点，我就快点；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可以慢点，我就慢点，对不对？但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是知道的呀，我的方向是在那儿的呀，这不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光吗？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你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我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我要翻盘啊，我要赢，我要拿到什么什么结果，我要财富自由。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它都是阶段性的。就算我现在半年之内就拿到什么结果，1年之内就拿到什么结果，我怎么保证我在过去的未来的80年我不失去呢？我有没有可能失去呢？我有没有可能被人骗了呢？我有没有可能被人坑了呢？我有没有可能因为膨胀做出错误决策呢？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对吧？
短期之内获得的巨量财富，它不一定会跟随你一生啊。但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的方向锁得足够死的时候，我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淡定，非常的坦然，非常的有力量，那我不就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活得更好，那不就行了吗？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讲出来的话一定是我自己所在践行的东西，否则的话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你们不会觉得这么的有说服力，你们会觉得这么的有共鸣，对不对？因为我每一天这个就是我脑子里装的东西，我就是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活得很坦然，很平静，很自信，这就行了，好不好？我告诉你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挖了一个大坑，其实也是由于我们过去的贪婪和急于求成才挖的这个大坑，知道吗？在没有贪婪、没有急于求成的情况下，其实你都很难产生巨额负债，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但凡如果你的每一步稍微走的不那么快，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会踩巨大的坑。就算你不获得巨大成就，但是你不会把自己推入深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谢谢 Ryan 弟弟啊，谢谢 Ryan 弟弟。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提高哼哼哈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下一个是谁？希望你们能在我的直播间里获得能量，这个就是我们直播间最大的功能，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儿，也是每天激励着我能在这里准时准点播的一件事儿。当然不是每天啊，一个星期3场，准时准点到位，无论风吹雨打，无论艰难险阻。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说话，这个你猪说话，你这名儿起的，谢谢 Ryan 弟弟。哎呀，你这跑车咋金色的呢？你好，你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啊，你好，很喜欢你啊！我今天上来主要是问2个问题的，就是首先把男嘉宾的基本盘是87年为内的不动产，大概在3-4千，然后现金流在300-500左右吧，我也不太清楚了现在。然后我是01的，长相7-8分吧，我们都是在香港的，在一起2年多了，然后他是付出了300多左右这样子，有200个呢是我自己存起来了，是现米。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就属于那种慢慢被他圈在家里面养死了的那种情况，然后他也会限制我的社交，然后刚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有动手的习惯的，然后每次动手的话我就要他付出这样子，然后大概20-30几次之后他就没了这个习惯。然后呢，最近经济大环境不是不太好嘛，然后他就每个月变成固定给我4.8W， 然后加房租是2.5，其他的东西我就要小敲小打这样子去跟他报销嘛。然后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他压力没那么大，如果我要什么的话他就给我报销，他好控制我的消费这样子嘛。所以我是太久没有大的付出，所以我就开始闹别扭了最近。然后他现在也在哄我。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去给我一些建议，就是我想要他拿一笔大的出来哄我，然后把家用呢就固定到15左右的一个样子，应该怎么去操作。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要去帮我规划一下未来2年的发展，因为我自己也是想要有点事业，也希望他能成为我事业的杠杆。因为他在不想付出米的时候有跟我提及过想要带我去打擦边球，就跟我锁死这样子，就是做一些灰尘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问一下你，你多大？我01的。你什么学历啊？
我中专。中专呐，那你首先要去把你的学历做一下提升。我跟你讲哈，一个人呐，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你知道吗？就人也好，或者我们买任何一个东西也好，我们不会为一个东西过度议价，知道吧？我不会花买爱马仕的钱去那个批发市场买包，听得懂吗？所以说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个男的本身呢，他不是一个优选对象，他是只适合短则不适合长则的对象。为什么？因为第一，他做的行业并不光彩。他说要带你做这些。曲曲，他现在是做实业的，只是因为经济环境不好，他不是恰巧不是，你听我说啊，这个男的只要起心动念了，他就一定会往那个路子上走。你听我的啊，他只要起心动念了，他就一定会去干。有没有你不重要，你跟不跟着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会走这个路子。听得懂吗？这个是他内心世界的贪婪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也不是我决定的啊。所以说他本身他马上就是要走这个路径。我告诉你，走这个路径的结果是什么？走这个路径的结果，要不就是跑路，要不就是进去，没有第三条路啊，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你现在还年轻的很，你还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能性。你首先看明白这个人于你而言，他一定是个短则，包括他的性格特征啊。因为像他这种性格特征的人，极有可能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极有可能在你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要回他所有的付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知道吗？他不可能的，因为你说你为什么觉得他不可能？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一个怎样的性格，就是怎样的性格？我拿的我都是拿现米，他一开始也不太想要给我现米的，但是这个规矩是我定出来的，因为我说你就要给我现的。好，我告诉你啊，有一点很好，就是从法律层面上面，你确实可以规避他往回要这件事儿啊，但是呢。我跟你讲的是精神层面，是纠缠层面，懂吧？因为这个人的性格，他本身就是一个会动手而且控制欲极强的人，对不对？这个是既定事实。从他的性格层面上来说，如果你要率先离开他，他一定会崩，他一定会找你麻烦，他一定不会让你走得那么顺利。这个是可预见的。所以这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是只能短则不能长则的一个人。那么你如果还要跟他在一起呢，我建议你啊，给自己一个时间止损线，这个很重要。比如说1年，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我要干什么？比如说我要提升学历，我不能完全没有物质支撑嘛，我得有这个物质支撑，我要提升学历，对吧？我要把自己首先我的这个市场价啊能提到那个档上，提到那个档上以后我干嘛？我要找下家，我要找其他的圈子，找其他的突破口，这个是你要做的。你所谓的啊找他要个大的什么这个那个呢，我不是说你不能要，其实你在后面找下家的过程当中，以这个人的性格，他在跟别人争抢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可能给你大的。但是呢，我不这么说，因为还原到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个逻辑里，因为这种人你拿他的米呀，最后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精神折损，
他会一直站着你。如果你想图他的米，他就会一直找你的麻烦，一直纠缠你。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建议你想从他身上再有什么大的，我只建议你把他当一个暂时性的跳板，然后寻求后路。直到有一天有下家了，或者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了啊，有人给你链接这个那个了，有人给你抛出橄榄枝了，有个老板一次性要给你多少多少了，这个时候当机立断跟他断，知道吧？然后他要怎么纠缠，他要怎么弄，当时怎么发生了什么，就当时怎么及时去处理就好了。他要你要干嘛的？如果说你有下家，如果这个下家跟他在同城，你没有办法跑路，那么你就去协商，看能不能给他一部分，跟他把这个关系切断，知道吧？要不然的话，你老想从这个人身上扒，你跟他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你跟他的关系切不断，这个人他可不是那种直线上升的人，他现在都开始想拉着你去做灰了，已经注定了他后面的路线了，不是进去就是跑路，只有这两件事啊。因为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不让我出去社交，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线上读或是怎样。线上读，我告诉你，我已经把这个人都给你看死了，你都不用跟我讲这些东西。线上读，知道吗？你不要觉得他现在给你的很多。如果说你不把自己的这个 level 往上拉一拉，你不把水平往上拉一拉，你就会一辈子拘泥于这样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样的关系最后会让你非常痛苦的。那我在想，会不会有一种办法，就是我给自己定一个额度，然后呢，到了这个，我跟你讲了，额度不是重点，因为这个人会无限纠缠你，无限纠缠。我告诉你，你跑不了。除非他进去了，除非他要跑路了，没办法了，否则的话你很难脱身。因为我们看的案例特别的多，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你拿他的米拿不住的人。那您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给过你建议了，提升学历对吗？对，首先是要把自己的市场价拉起来，市场价拉起来以后，你才有可能找到比他付出好的下家，你才有可能把他这边断了。但我现在没跟他，我没有想要跟他什么？我没有想要跟他断。我没有现在让你跟他断呢。但我想要把家用拉。我听不见你说话了。听见吗？因为其实他每个月我身上花的米也是有10几个，但是要我去抠出来。我们时间到了，来，我先把你的麦挂了，我再跟你稍微跟你聊一聊。这个女生啊，我跟你说，因为你呢没有什么学历，你也没有见识，你也跟外界是严重的缺乏关联的，所以说你可以这么跟你讲，你的认知是他给你构建的。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女生，你就会觉得她是你的最优解，但是我可以明着跟你说，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只会把你推向抑郁，知道吧？只会把你推向抑郁。我就是拿最好的结果跟你讲，你跟他在一起的最好结果，无非也就是拿到很多的金额带球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带球嘛，是不是？但是像这样的人，你真的能跟他带球吗？你带了球以后，不会被他疯狂杀价吗？不会被他操控的更严重吗？就是说我们今天我看到一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如果你能预见到一件事情最终会给你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么你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亏损，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如果你已经能预见到一件事最终给你带来的是不好的结果，你现在在做，你现在的每一分钟就都是在亏损，知道吧？所以你跟我聊什么逻辑呢？我想让他给我多付出，我也不想离开他，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能给我的就已经是我能拿到的最好的，这不就是你的逻辑吗？没毛病吧？对不对？但实际上你拿他的米你拿不住，这个是底层逻辑。只要你想跑，他就要跟你搞，他就要跟你搞死搞活，搞死搞残，懂吗？因为你本来给他的状态就是一直是受他操控的，对吧？你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的，没有自己的社交的，你本来就是一个完全被他买断的状态。
你想什么？你想啊，跟，然后突然一步登天，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很牛掰的人，马上就变成了有无数的社会资源，然后能够支撑你这个那个，可能吗？你想找几个人陪着你一块儿去对付他，你都找不着，对不对？然后你们想什么呢？哎，那我要不行，我就跟他一直在一块儿呗，我就带个球呗，我就这么跟他过呗。然后呢，跟着他一起跑路嘛。跑了路以后呢，更加切断身边所有的，连亲人朋友都切断了。然后再看他有没有良心，会不会一直对你这么大方，或者说会不会切断你的资金来源？你在看这个吗？你能不能预见到这个事的终局是什么？我们是用终局倒推行为的。虽然他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得把这个话讲。为什么？因为不光他一个人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还蹲着很多跟他类似的人，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事儿跟你讲明白。你已经能预见到你跟这个人的终局了，你就不要再这自己在那幻想了。我再多拿点儿，我再多拿点儿，然后你跑路吗？你告诉我，他不跑路，你先跑路，我再多拿点儿。像一个这样的人，他对你无比的操控，请问你怎么脱身？你怎么脱身？没有这个选项的呀。为什么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选择大于努力呢？对不对？我们这里咨询的无数的案例，我跟你讲，基本上我把前面这个男的跟他之间的聊天记录一拉，我就知道这个米他会不会要回去了。我们已经看这些事儿看的就是在脑子里已经形成了新华字典，知道吧？所以你们说你们这样男的给付出那么多，你们不要回去吗？他们不会要回去吗？这个呢，我跟你讲，你大概率一聊，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会不会要回去。真的，我就把你们聊天记录一拉，我就知道了。我不是需要说一定要用什么法律手段去约束，当然我能用法律手段约束更好，我能让你签个赠与，对吧？我能够走别的渠道走过渠道，但是这都是后话。首先是这个人性底色是什么？他的人性底色就会决定了他付出的东西他准不准备往回要，或者说他付出了以后，如果你要离开他，他会不会纠缠你？他是人性底色决定的，知道吗？我看到你这个案例的3分钟，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我已经知道最后的终局在哪里了。我是在用终局在跟你讲话，你是在用线下的某一个某一个动作在跟我聊天。最后你拿所有东西都拿不住。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有什么案例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有什么案例的？有跟了10年以上，娃都生了，付出几千个 W， 最后1分不剩全部要回的案例。我们是有这样的案例样本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我所有的东西是有案例做支撑的，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些人物画像你要是能跟我一样长了个厚眼睛，你已经看到这个事儿的终局了，你今天就不会是这么幼稚的想法。10年以上球都有了，最后这个女的要离开，这个男的费尽了所有的心思，用尽了他一切能用的手段，每1分全部要回。牛不牛？就是能做到这个地步。你们那点浅薄的认知能干什么呀？人都不认识几个，你们就听我跟你讲的，你就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再想你现在这个动作有没有意义，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但是我跟你们讲有一点是什么好，因为这个女孩她是在0要离开之前的1年到我这儿，然后我从1年前告诉她，我说这个人他会把所有东西要回去，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寻求自己的经济来源。但是这个人特别争气，这个女生特别厉害，特别争气，她花了1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事业干起来了，知道吧？她自己把自己事业干起来了，结果她自己最后在离开这个男的的时候，她自己每个月可以产生上百万的现金流，所以她最后是真的把这个男的所有的东西1分不剩的退回去了。他在1年的时间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退路。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给这个男的养废了，但实际上，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别是在人，因为那个女生她的学历比较高她还是有一定的认知摆在这个地方的，她肯拼肯干。我跟你们讲的是绝对真实案例绝对不掺杂一点水分的真实案例。
我是因为案例我才跟你们讲的，好不好？我们绝对不是在这空口跟你瞎白话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往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问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听得到吗？哎，你好，你说。然后我今天的问题是，就是我昨天被分手了，然后我想就是听听曲曲是怎么分析我分手的原因，然后我该不该继续，然后如果继续的话，我要就是做到什么程度？先说一下我的背景，我是一个就是末流985的本硕，然后现在在一个大厂做程序员，1年30加26岁，158，外贸6.5。然后我爸妈就是认知比较低，他们在一个厂打工一辈子，然后我们家唯一的钱就是我妈以前出了一个车祸，有个几十个，就这样。然后我妈是残疾人。然后男方的话，他是我的本科同学。他毕业之后就去做技术支持了，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外面做了几年的，就是外派做了几年的技术支持，然后1年是40加，最近1年回国，然后是拿20多个，他在杭州有房子700个，然后去年提前还贷之后，他现在房贷是不到1万的这个压力，他爸妈呢是东北的国企，他爸是一个小领导。然后我和他爸妈其实相处过，就是住在一起过小半年，然后其实我对他们家的就是他爸妈的人还是比较觉得他们家氛围还是挺好的，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家里是除了家里条件不好，然后我爸妈的话他们就是那种农村出身，然后从小惯着长大，就是你可能觉得是那种脑子拎不清的人。然后我爸就是那种有很妈宝、好面子、很自私。我爸他们家，我爷爷奶奶是那种，当时我和我爷爷奶奶在我妈出事的时候住在我家，他们俩能把我们家社保卡拿走的那种人。然后上面就是我们双方的背景。然后我和我对象是在一起9年，4年大学，4年异地，然后去年1年同居，今年4月的时候他就回杭州了，5、6月的时候我俩就分别去了他家和我家，然后去我家的时候他其实是想就是提结婚的事情，当时他就是带了一堆东西，然后但是我爸妈就是完全很没脑子的那种，第一顿饭的时候我对象就想就是说结婚的事情，他俩都没接上话。然后晚上我就直接跟我爸妈说他来是什么意思，他买这么多东西就是想找他们聊这个事情。然后我把所有跟结婚有关的事情都和他们对了一遍。然后结果第2天吃饭的时候，我对象其实只是想提一个意向，我爸他就开第2句话直接就说什么彩礼多少钱，并且他俩开始自嗨，说他俩要去杭州。然后我对象他就是吃完饭之后，他自己就回他酒店，然后去找他。他当时就跟我说，觉得我爸妈的话让他压力很大，觉得在我家待得很难受。然后我当时那天晚上说我爸妈不，就是跟他解释过来，说我爸妈不是那个意思。对，然后就是当时感觉是安抚下来，但是第2天早上他就自己很早就走了。对，然后这是今年6月底的事情。然后这2个月的话发生的一些事情，7月的时候他想提离职，然后8月的时候他开始跟我冷战，然后8月初的时候最后跟我说的话是说我不去杭州他就不和我说话了，我以为他只是逼我去。然后最近1个月我上班又遇到很多事情，结果昨天晚上他就跟我说分手的事情了。对，然后还把就是我们这些同居的时候，我有
跟他摊一部分的房贷，因为他那个时候回国之后收入减了嘛，所以他当时过来说让我还房贷，然后他也把杭州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之前有些东西在那边直接寄到我家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我知道我上个月跟他妈妈聊过天，他妈说提到他又想出国工作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网上找那种情感连麦，然后那个主播他说他是外面有人了，然后有个热心观众他又跟我说他是经济压力，然后我就想知道快速陈述结束啊，快速陈述结束来。然后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他到底是怎么。你们现在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昨天晚上他跟我说分手，然后我就跟他视频，但是也没说个什么。然后他是把你之前有承担的一部分房贷还给你了吗？对。多少？2、3万吧。啊，那也没多少。3万。嗯。对。你这个男生多大？你多大？我都是26岁，我97，他98。是这样的啊，我呢是建议你不要再在这个关系上浪费时间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啊，你唯一的优势是在于你还没有很大年纪，是你还因为你找这个同等的经济条件的男生没有那么难。这个男生的经济条件于你而言呢，还是你可以去匹配的。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对标这个经济条件去找，你去找婚恋对象没有那么难。但是呢，如果你再拖个几年，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无比之艰难。所以说我首先是建议你不要耽误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找，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因为啊，这个男生他跟你2个人去你家，然后看到了你们家的整个情况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他一定内心当中已经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撤情绪了。我跟你讲啊，想象一个困难跟看见一个困难它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前面其实有讲过这个话，就是我不知道原来你是怎么跟他说你们的家庭情况的啊。当他原来在脑子里只是构思你们家啊1、2、3、4、5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难，但是当他实际亲身体验了、见到了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会打退堂鼓。他会觉得我靠，怎么是这种情况啊？这比我想的还要差，这比我想的还要差。本来他就已经心里是这个情况了，结果再加上啊，你爸你妈又跟他提什么彩礼这个那个之后，他心中马上冒起的一个点就叫做不值得。他就觉得我怎么可能去找一个这种家庭来给我拖后腿呢？还要我付出什么彩礼这个那个的，我一下子我就觉得我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干。所以他回去之后，其实他在经过他冷静思考个几天啊，包括他可能也跟他妈呀或者什么的会去沟通这个事儿。沟通完了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这个婚不能结。这个情况它不存在任何的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又找人了呀，这个那个的是不存在的，知道吧？完全是基于现实条件考量，就是因为他见到了你们的情况，他不接受，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快速的一跟你提分手，立刻把什么之前啊你有一起还的贷马上就还给你了，就是他已经经过充分思考要跟你划清界限了。他认为他自己不可能去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你会拖他的后腿。我本来打算是，其实我几个月前还买了机票，就是要去找他。然后本来是打算这周看一下，然后之前也是做计划，打算今年离职去找他。你听我讲，当然我在这边上，这是我跟你讲，我们就只剩1分半钟了。我呢，也就是你的情绪，你可以下了麦以后，你再去解决你的情绪。我得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我所有能够想到的建议都告诉你。我刚刚跟你讲的2件事是关于你现在这段关系的。第3件事啊，我告诉你，未来请你一定记住了，宁可跟别人说你是个孤儿，不要
带别人去见你家里的情况。如果你真的想跟一个男生结婚，宁可让他觉得你就是一个无父无母无依靠的人，你都不要去跟他讲你们家的情况，更不要带他见。就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我跟我的父母不来往，结束，懂吗？任何会给自己减分的事情，我们一概不能讲，听得懂吗？这个就是人性，这个就是我当你面对人性的时候，懂不懂？如果真的这个婚结了，哎呀，该拿的财政大学拿了这个那个了，以后慢慢再渗透。如果你想渗透的话啊，如果说可以不渗透，那就不用渗透了，懂吗？好吧。那我能找个什么样的？跟他差不多的都能找，但是你一定要把我跟你说的第3条记住。你攀他并不高攀，但是不要让别人亲眼见证到这种巨大的困难，明白了吗？好吧，就这样啊。好，拜拜。这个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永远跟大家聊的就是极度现实主义的东西。我跟你们聊的东西是极具实操价值的，是你们可以用在人性当中去硬碰硬的东西，知道吗？我们也不要怪人家，就是像这样的男孩啊，我们也不要怪他现实，也不要怪他怎么样。我跟你说，都是人性，都是人性，明白吗？这个世界上，大家想要在大城市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想要在大城市拿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每一个人身上都是重担，都是压力。他如果觉得，哎，你跟他差不多，对吧？大家能够共同承担经济，你想一下，连一个房贷还需要这个女孩子跟他共同去承担的一个男生啊，他自己能有多高的收入，能有多好的经济水准呢？他怎么可能在经济这个层面上迎面一个巨大的压力摆在他面前，他不吓死啊？可能是他构想的，你懂吗？也许你们家里的人也不需要他管，你父母怎么残疾了，怎么这个了那个了，可能也不需要他操心，但是他会去想象，当他看到的那一瞬间，他会自动的把这件事情归咎于是未来要压到你们这个小家庭上面的一重负担呐，对不对？就好像你们有的时候听到，哎，那个男孩子他爸好像得了个什么病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呀，人家又没说让你出米，对不对？人家没说让你照顾，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啊？因为你会想象啊，会不会未来要我出米啊？会不会未来要我照顾啊？对不对？当一个人他在现实层面上面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他用情怀解决问题，对不对？我在经济层面上的巨大受挫，我用情怀解决，我用爱情解决，我用人品解决，我用跟你是负责任解决，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知道吗？人在这个时候他想的就是一定是减轻负担。我自己已经够难的了，我还要带着你一个拖油瓶，我哪里女人不能找？你是什么？你是什么？长得像天仙，还是说你是什么的天使一样的面孔，魔鬼的身材，然后呢还有巨大的光环，还是有什么优势？你也是个普通人，我找一个普通人还找不着吗？我犯得上找一个巨大的拖油瓶的普通人吗？对吧？人就是在衡量利弊当中做决策的，所以我们不要怪任何人。我才跟你们讲说，在任何事件里面找自己可调整的空间。既然别人接受不了，面对不了，我就不要让他接受，不要让他面对，我就选择闭嘴，对吧？我要想着怎么能够让我自己的结果最大化呀，结果导向，目标导向，然后再倒推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好在才26，还有机会，找个这种经济条件的不难。来下一个。
Hello，哎，你好。哎，你好，曲曲。哎，你说。能听见吗？可以，你说。曲曲你好。那个我首先是非常羡慕你的通透。我在听那个金贵的课程，我还没有全部听完。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里长大的。然后就是学校家里2点一线，然后工作了嘛，就是家里和单位2点一线。我就是偶尔刷到了你的视频，然后我就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一样。然后我的基本情况是，我是在超一线城市工作，今年44岁，离异10余年了，是目前单身，女儿高2，乖巧懂事，然后我们是情同姐妹，然后固定资产大概1000左右，年入大几十。我的工作专业性比较强，高级职称，身高166，体重47。我因为每天都生活的就是圈子特别窄，就比较井底之蛙，所以颜值我也不敢打分。但是就是从读书到现在一直是追求者不断，然后会排节目啊，就是从小到大那种。然后我从来就是没有主动追过别人，所以在这方面我完全不懂得怎么主动。然后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我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在任何时间段都不会放弃自我学习和成长，身体保养都没有落下，就是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恋爱经历非常简单，非常重感情，一旦投入一段感情呢，就会迅速的上头，会带滤镜看对方，长久相处了解之后才会下头。然后我就非常不喜欢自己这一点，然后我本身缺乏安全感，对两性的关系认知非常缺乏，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就是谈性是羞耻的，对感情呢心存恐惧，然后同事呢就说我是傻白甜。这么10多年我都一直忙于工作和带娃，然后日子也就是填得满满的。现在孩子就逐渐大了，我自己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这些年身边也有不少的追求者，但是我性格呢是比较社恐的，不爱社交，除了工作没有别的圈子，所以追求的人全部都来自于工作接触到的人。如果是单身的话呢，就会比我小个10岁左右，相对来说就比较幼稚一些，也没什么根基。年龄相仿的呢都是围内，就是一般是单位的大领导这种，相对来说就有实力还有资源。但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啥用处，我是靠吃技术饭的，对仕途我也没兴趣，我就喜欢那种简单与世无争的生活。我这些年能遇到的能喜欢上的都是围内，但对方的这个围内的身份呢就把我劝退了，我就想着长痛不如短痛，就逼着自己断掉了。但这个断的过程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情绪波动就非常消耗我的能量，我各方面工作的率会下降。我其实不能理解围内来找我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认知是喜欢就应该出围城给承诺这种。那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努力的想把自己变得更优秀，所以我也不甘心这种和围内成为那种关系，就整天偷偷摸摸的不能活在阳光之下，我心里就是会过不去。我不想为情所困，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比我小的呢我又没办法喜欢的呢又不能接受对方的身份。其实我觉得我是对爱情渴望的，但是我又不相信爱情，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矛盾。我就希望你能点醒我的认知是不是有问题。另外孩子越来越大，马上高考之后我就一个人，我就想如果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不想结婚了，我也没有信心去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我就想找个人谈谈恋爱。那么我这种出发点还会有单身的异性愿意跟我交往吗？其次就是我不想结婚的想法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圈子太小了，就是我接触不到那种让我愿意结婚的人呢？其实我本身的性格是小女人的，性格也很温顺，但离婚后的生活就不要违禁啊，不要说违禁词啊。我出围城之后就不得不变得就是独当一面了，所以我就想你能指点我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比你年纪小的你不喜欢？你不喜欢的点是什么？我觉得跟他们聊不来。为什么就聊不来呢？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好多的这种想法啥的，我觉得像有代沟一样。你是多小的叫小啊？10岁小呢？你多大来着？你34还是44啊？44。你44，那34还小啥呀？30几岁男人还小啊？30几岁男人没认知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就脑子里面就把他们框定为
就是没有认知。所以这个点就是说你先入为主了，明白吗？年龄是什么？年龄是符号。有的人很年轻，但是呢他经验很丰富，有的人年纪很大，你看我们直播间看少了，50几岁傻白甜少了。一个人的年纪他本身就不能代表这个人的阅历，他的认知不能代表的，只要他不是说特别小，对吧？你说30几岁的男人，你就光说一个30几岁的男人，30几岁的男人小吗？他不小了呀。20岁的女孩子管他叫大叔了，人家30几岁的已经有身家多少个亿的了。其实你的意思就是比自己小的是可以试一试。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用年龄去框一个人，用年龄去认定一个人，这个是不科学的，知道吧？你很多时候是你一听说这个男生年纪比你小，你马上内心当中就竖起了一道高墙，我不可能接受比我年纪小的，他是这么个概念，所以你才会觉得那我们两个人没法交流。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年纪小的他有的时候他正在事业上升期，他无论是认知、为人处事，还是财富量级，还是思维格局，没有什么东西打不开的。他还有活力，他还身体好，有什么问题？以你谈恋爱为标准，你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情况下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谈，无所谓的呀。什么都不是障碍，什么都不是问题，只是为了让你觉得有恋爱的感觉，不是吗？听起来是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找小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拿这种条条框框去框一个男人，你应该去处，而不是站在外面看，去判断，去评判。因为你不是一个情感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你不具备非常完善的评判体系，所以所有的人我要先去处。我们讲身体先行，就是任何一个人我都可以先跟你嗨聊，聊完了我就往下处，我就个10点半，我开心为大，你懂吗？然后我再看，哎，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我有了案例样本，我才知道什么是标准。因为我的这个圈子非常小，社交软件玩起来呀，哎呦，我的妈呀，你呀，我跟你讲，你既需要我们的文字1v1，你也需要我们的哼哈，你两个都非常需要。你是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两个都需要推荐给你的，知道吧？因为你有一定的经济水平，而且你不是一个非常高物质欲的女生，所以什么？说白了，你一切的行为一定是围绕着自己的完善来做的，对不对？无论是我在恋爱的技能上的完善，还是那方面技能的完善，我不过就是为了让我自己打开嘛，对吧？心态上的打开，情绪上的打开，身体上的打开，它就是个打开嘛。如果你用软件，你的目标对象一框，然后你到我们1v1老师那儿，他会告诉你怎么聊，你就知道哦，原来跟男人聊天要这么聊，原来我这么聊天才会有恋爱的感觉，才会有爱情的感受。对，所以我就觉得让我主动跟一个男的发微信，我好像都不知道应该说啥。对呀，所以我说嘛，你是很需要我们这个各种服务的，知道吧？你是特别需要各种被上课的。那比如说就是这种比如说围内的来找我的时候，我是这样，我对你的建议，一定把目光锁死在单身身上，不要搞围内。围内是完全不吻合你的诉求的。为什么？围内是不道德的关系，不道德的关系一定是巨大的利益诉求推动。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推动，我们坚决不搞不道德的关系。因为这个事情是失衡的，懂吗？所以在第一关的选择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唯独你的有没有单身，这个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问题，体重不是问题，长相不是问题，收入不是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唯独你是不是单身，它是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不要给自己增加无谓的内耗，好不好？你本身情感经验就不多，你还爱去跟别人争，跟别人抢，你是闲的没事干。好的。我不是跟人家争，人家抢，我就是告诉你啊，所以直接一开始就直接规避，知道吧？不要让这种乱七八糟的信号进来，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啊。好，拜拜。你们太容易被干扰信号了，为什么呢？围内的来找我，
我就被带节奏了。你但凡是个围内的，我赶快让你滚远点不就完了吗？我连开始第1分钟都不会有，第1分钟都没有，我哪来的后面的情感铺垫？我哪来的精神内耗啊？对不对？我跟哪个男的玩不行，对吧？我跟哪个弟弟玩不行？我跟哪个有过婚史的现在扯了快乐证的玩不行？我跟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男的现在扯快乐证的概率都快超过50%了，不知道多少单身的男的满地跑。何况我还对对方的物质没有那么强大的诉求，我还不是一个让别人想要跟我大额付出屋的女的，那我什么样的男的找不着？对不对？什么样的幽默的好玩的帅气的八块腹肌的什么样的找不着？我非要去找那个围内的，只要你是围内的直接一刀切，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我的妈呀！44岁的姐姐找34岁的弟弟，他还嫌人家年纪小，你们占便宜不带够，这便宜还不先占了再说，先吃了再说。曲曲能听到吗 ？Hello， 你好。啊，曲曲，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然后你长得很好看，而且这么睿智，这样眼光，而且你还比我小，居然能这么通透，所以我每次都非常的喜欢你，然后听你，然后今天来问你呢，也是，其实怎么情况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已经那个等于说见过双方家长了，然后感情也挺好的，今年准备10月份领证，他的情况呢，他的行业工资还挺高的，7位数往上吧，然后他自己还挺有钱，然后对我的付出意识呢也挺好的。他自己是有房子，但是跟我恋爱之后呢，又在我公司附近给我租了个大的，然后我们2个人相处很愉快，然后他比我大7岁，然后他也答应我是婚后一起管钱的，是7岁是吧？对7岁，然后他也答应是婚后说，就是进入围内之后，那个钱是一起管的，然后房也是一起。然后我的基本盘呢，是我的父母都是事业编，然后我的父母也给我在一个新1线城市有一套房给我自己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然后这边工作也还可以，年薪30，然后身材颜值也还行吧。我自己觉得可能就7分吧，但是我觉得我的核心特点就是我性格很好，就从小就是比较会夸人啊，或者喜欢聊天，就非常的外向，就工作上也只爱聊天那种，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4个问题，一个就是我是出厂设置，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他也偏传统，我也有点害怕，所以我们还没有10点半，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等会儿学习一下？你刚刚说你多大，他多大？再说一遍。我27，他呢？然后他34，他不是出厂设置吧？他不是，我是。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都还没有是吧？对，多久了？是因为我一直，快1年了。好，接着说。是因为我偏传统，我一直有点那个，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呢，是不是因为也见过父母了嘛，然后而且就是也说就是可能11月份就领证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有一些动作，或者我学习一下什么样的。那你就赶紧来学呗，你这还在那琢磨啥呀？你这赶紧来学呗！我跟你说啊，万一第一次体验感不好的话，直接这废了。好的，因为我的确我自己就是看着很外向，但实际上很传统那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真的是比我多的，但是呢，然后我觉得我在提出，比如说进入围内之后，我全部管钱，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他有提了以后一起管，然后我又觉得怎么说能够让他把工资卡什么让我掌管大权，因为我感觉就是还是得女生掌管大权，就有安全感一点。我不知道怎么来说这个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说你明知道我没有谈过恋爱，我没有情感经验，我最需要的就是男人给我的安全感，因为如果发生任何的风险，我是一点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没有的。那如果说你把你的米都放到我这里，起码我知道你每天都是花到哪儿了，我不管你怎么花，你说其实你怎么花都可以，但是你的米我知道你没有花在别的女人身上，那我就放心了。就这样说呀，你说我又不会管你怎么花。我这么说过，我说过，你这个话是我说过，我跟你讲。然后他说那就一起看，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大家可以完全一起看，就是互相那个，只是说
他好像没有说把工资卡给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要嘛，大家都一起管，你就要啊，你就要过来呀！我跟你说，连哄带骗带撒娇带撒泼打滚，就是你不要，你听我讲啊，合不合理不是你来说了算的啊，你不要自己琢磨合不合理，懂不懂？我要100分，他跟我讨价还价，我才能要回来80分。懂吗？你内心没有，你内心都是怯的。哎呀，我这样不合理吧？我那样不合理吧？你还要个毛？你最后30分都要不着。对，因为我是觉得他都已经自己提前提出了婚后就完全一起管，然后我就觉得再提一个，我就不能一起管，就只能我管。没有不能一起管，你只能随便花，但是你不能管，必须我管。哦，好的，好，然后第3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性格挺外向的，然后他平时很喜欢看美女，然后也会邀请我一起看，就是我们去看小红书或者抖音的美女。哎，不要说平台名字啊。对，然后最开始还可以，但是我现在有点烦了，我就觉得他怎么老爱，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要纠正他这一点，还是说怎么样？虽然说我自己看帅哥了，哎呦，所以我就说你们这种啊，这不是原厂设置啊，我跟你对话我都累得慌，知道吧？咱们就是别管这些闲事儿了，行吗？这些事儿都不是个什么很大的事儿，好吧？你把你自己这个学习好，把自己这个功能学习好，别一上来搞劈叉了，别一上来完蛋，体验感就是极其不好，极其不好，那这个就不太好吧？你说呢？好呀，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工作能力还行，然后我的学历也还挺好的，然后因为家境就是相对还 OK 吧，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有个从小到大的毛病，就是我非常的对待朋友啊或者对待同事都挺抠的，就是我没有，就是我看了你很多，你就说什么，就是说给大家随便送点，就偶尔送点小礼物啊，或者请大家吃饭，我每次都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我都觉得非常 OK， 再多我都不觉得多，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要去送，我就觉得有点亏，这个心态我自己也想扭转，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你听我讲啊，你想抠，你咋抠都行啊。没关系的，这个世界上嘛，总有大方的人，总有抠的人，对吧？你要当抠的那一波，问题不大。只要你没有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欲望跟空间，你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就很好，那么你不需要打开格局，你也不需要变得大方。为什么我们要大方？是因为我要置换更多的人脉资源和机会，所以我要大方，对吧？我大方是在干嘛？所有的东西它叫做工具，敲门砖，它让我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对我的印象都无比之好，那么它是给我很多潜在的价值可能性。如果我没有这种诉求，我不需要大方，我干嘛要大方？了解，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能临阵了再磨枪啊，对吧？临门了再抱佛脚。那个时候的大方是没有作用的。了解。我是，就是我跟你说，我是那种，比如说我真心喜欢的人，就是真心喜欢的同事朋友，我还挺那个的，就是随时我就会想送什么的。就是我抠的，就是核心就是我没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没觉得他是我的好，就是纳入我圈子的人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总是很难做到自己说对大家所有人都是那种状态，也没毛病。我说了呀，本身就是价值驱动。那我也没必要每天跟一些我不打交道的人，我天天没事给人搞这搞那吧，也没必要吧，对不对？我肯定是在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对于我来说，我想要留存的这样的圈子里去做这些动作呀。好的，谢谢曲曲。好，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拜拜。好，拜拜。但是我们这里其实是不欢迎原厂设置来学习的，要不然你先突破原厂设置这个事儿再来学。我又想了一想，我们这里不是很欢迎原厂设置来学习，知道吧？你们这次封闭的要死，到时候把我们学习氛围搞坏了。本来大家去了都是这样的，然后你一个人，你们在干嘛？这搞的就是蛮败好感。是不是？要不你先突破行吗？你先突破。但是啊，我跟你说，你一定把那个
那个卡拿过来再突破，知道吧？卡拿过来再突破，我怕万一你第一次交出去了，那个卡还没收上来，然后你第一次实在是感受太差，人家卡不给你了。这个凡事啊，还是要有一个顺序，好不好？你们老是这样子，被别人一拒绝怕的要死是吧？哎，说那个我想管银行卡，你就我们一起管，你马上就好，争取一下好不好？我们首先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对不对？我要用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是吧？软硬兼施，撒娇不行就耍赖，耍赖不行就打滚儿。总而言之，就是我得把我能干的事儿都干完，你们不要老是就是一上来就犯怂，那有什么好犯怂的呢？对不对？他说不给就不给，对吧？你这他说不给就不给，你这个对话不就结束了？你这个就不就完犊子了？那怎么能那样行呢？我们一定要养成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尤其是在这个是吧？在掌管家庭的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养成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吧？我今天搞不定，我半个月以后再来；半个月以后不行，我3个月以后再来，对吧？我这个订婚的时候没搞定，结婚的时候再来；结婚的时候没搞定，我生娃的时候再来；我生娃的时候没搞定，我装修的时候再来。百折不挠，主打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不达目的不罢休。你们能有这种精神，真的对于你们做业务是极其有好处的。你们记住了，对于你们走职场是极其有好处的，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被困难所击败，知道吧？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把它搞烦了那是你态度不对。我跟你们讲了，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对不对？来 review 一下我们的知识点，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好不好？活在公屏上，找正确的时机，用软糯的态度开口完事儿。这个口子嘛，那个语言组织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知道吧？为什么我说这撒娇不行就耍赖，耍赖不行就打滚？因为说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女性的魅力，明白吗？女性的这种妖娆，魅力，对吧？我就是哄，我主打就是个哄，知道吗？那有什么好搞烦了的呢？那有什么好烦的呢？你拒绝就拒绝呗，拒绝我再多撒一会儿娇，我实在是看你今天拿不下来了，我就过2天再搞，这有什么好烦的呢？对不对？大家不觉得挺好玩的？你看这女的在财迷的，对吧？过2天我又卷土重来了，你怎么这么财迷？我就是财迷，我就是财迷啊！你说我真的我8家呀，我8家，所以适合娶回家做老婆，反正正话反话都可以说。对不对？只要为了我自己的目的去服务就完了。来下一个，喂 ，Hello， 你好。听得到吗？你说。好了，是这样子啊，曲曲，首先非常喜欢你，你也是我应该是第一个连麦的一个博主啊。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38岁，独自带着8岁的女儿，住在香港，美国2个顶级名校的学位，包括哈佛，我的原生家庭可以说是稀巴烂。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也算是业内名人吧，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是个孤儿。那么我等于我的母亲是常年家暴我加 PUA， 那么我等于是就是在去年吧，就是花大半年的时间，就是通过这个法律手段啊，打官司啊什么的，才申请到了一些保护的措施，让我母亲就是不能够过来伤害我和我的女儿。那我目前的身心俱疲哈，感觉像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感觉因为我的这个对外的一个这种身份或者怎么样呢，这些很多事情也不敢跟别人说，就自己扛得非常累，长期失眠。
OK， 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情况，是个人资产的，因为之前也都有一些积蓄，而且我因为我从小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挣到一点钱我就是买房子，挣到一点钱我就买房子，所以资产就是加起来之前还不错，但是最近房市一直在跌，我估计现在也就只剩半个小目标吧，半个小目标。然后呢，我是扯了快乐证有6年。那么我的前一段婚姻的前一段这个围城关系的破裂，跟我的这个原生家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当时我母亲都一直在冲动做脑。我是19年来的香港，然后就碰上了非常不好的时机啊，加上19年有社会运动啊，你们可能也知道，然后就是3年大口罩，那所以呢，就几乎是没有社交生活，也无法开展我的这个业务，因为我的这个业务其实跟你原来学的专业是有点像的，就是等于是受这个大口罩打击是最强的一个产业，等于说是。那么呢，就是等于是没有社交生活。那么当时呢，我也很想在这边再组织一个家庭，但是无法开展。就哪怕是我对碰也好，是一线牵的软件也好，就朋友也想介绍，当时无法见面。那么后来一些原来还有香港有一些高质量的老外，后来也都离开了，所以就等于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OK， 我是从2023年就今年8个月，今年的1月份开始交往了一个是认识了一个无婚无娃，39岁的一个留英的律师，他呢母亲是北京人，但是他出生在香港，但是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他是国际 top 律所做到一个最年轻的合伙人了，所以他的年薪呢当然这个也是他自己跟我说的，我无从考证他说应该有1000个 W 左右，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但是呢，因为他过去一直就是香港人的这种风格吧，就是赚完了我挣多少花多少，天天兰桂坊啊什么的。然后，而且他原来一直是住那酒店式公寓，住在4级酒店，没有买房子，就他不会像我就挣了钱就囤起来，所以他也是不怎么存钱。然后呢，他之前存的一些钱呢，又因为他开始喜欢玩点艺术吧，就是又可能被一些朋友忽悠的做一些艺术品生意呢，就等于说也被骗了一些钱，所以呢，就整体来说，他应该是没有什么资产，他是现金流很大，等于说挣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什么资产。我现在就是在说，他是等于说我这6年来吧，唯一一个我觉得各方面都已经算相对比较合适的。你觉得我是应该跟他往围城发展吗？还是你觉得就我的这个基本盘就是我的这个原生家庭也好，我的年龄也好，包括像我现在的是自己有个女儿，我是不是就应该放弃这个进围城的执念了呢？本身就是你就应该谈恋爱，然后谈的能进就进，不能进就不进，就是不要把围城做目标啊。我们说幸福的人生是目标啊，怎么围城是目标呢？围城是形式啊。对，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我就是深刻反省，我为什么对围城会这么有执念，就是因为我从小太缺爱了，所以就等于说其实我在事业上的一些成功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我觉得我的终极梦想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主妇。就是我看过你的直播嘛，就是你那个时候你也说要问自己想象的那个理想的画面是什么样。我觉得我理想的画面不是说所谓的什么在舞台上各种鲜花，我理想的画面其实就是回到家里做一桌好菜，然后有孩子有老公，这听起来可能有点 low 但你听我说，后来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讲啊，目标跟动作要强挂钩啊。你的目标如果说是一个什么美满的家庭啊，这个那个，首先我不谈呐，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家庭要美满，这个就是幻想成分有多大，我就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好吧？我们就打有美满的家庭这件事儿。那么你怎么能去选一个这么大把年纪，什么年入千万，天天游走于各种高消费场所，手上还没有资产的这么个男人，他怎么可能给你带来美满的家庭呢？对，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我也看过你的那个就之前的节目，你说这种只要是什么35岁以上的，完了还从来没有结过婚的男的，就是还有算是个体面工作，眼睛都长在脑门上的那种，确实是。然后我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观察下来，但是我觉得他的特性呢，是因为他的母亲首先也特别挑哈，然后就是但是就是我感觉因为
他是有点慕强的，就是他其实也有点看着我的光环，就是他肯定也是想，就他也不想找一个等于说是条件很差的，他觉得我的资产啊，包括怎么的，就我觉得我跟他如果想推进围城，就是我如果想拼，就是很努力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就是您觉得这算是个良配吗？我再说一遍，你的目标跟你的动作要挂钩，不是在于你说你能不能够得着这个人跟他结婚，因为你要的是幸福的婚姻是目标，我起码要有达成幸福的婚姻的可能性，我这个人才能叫考虑对象吧。幸福的婚姻是目标，婚姻不是目标，就我这么跟你聊可以吧？我也不说你要幸福的人生，但是起码你规划的婚姻是我想要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幸福的婚姻关系。我起码有走到最终的这种两个人就是这种相濡以沫的可能性的这种婚姻关系，对吧？你这个男的他的人物画像不吻合呀。就是说白了，你在找这个男的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找什么？实际上你是在找资产水平啊，你是在找他的收入标准呐。你根本就不是以一个所谓的什么幸福的婚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来倒推你找的男性的人物画像啊。如果你想要幸福的婚姻，不应该去找一个他本质上对于这种所谓的物质诉求没有那么强烈的男的呀。他没有那么强烈，他不看重你的物质光环，他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让他觉得还挺欣赏挺不错，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的责任心推动他想要去坚守一段婚姻。如果说一个男的他是看重你的什么，也是看重你的这个1、2、3、4、5上来的，然后你也是看重他的这个1、2、3、4、5上来的，你们这个组合他是往所谓的你想象的那种幸福的婚姻的角度上推进的吗？他这个不，你这个往的不是占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强强联合呀、开公司啊，你不是往那种模型上面去推进的吗？你有真的在关注情感感受吗？就是这个人他对于你的这种责任心的这种体现，他的付出意识，然后他真的能投入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在这段关系里，他对于未来是什么样的憧憬，就这些点位你的考量是什么呢？我们也都谈过，就包括我觉得他也挺认真的在跟我女儿相处，付出意愿呢，就是当然不是像你直播间里其他的那些那样的一出就几百个的呢，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怎么个可以法？他也从来没有让我花过钱，就几十个 W 吧。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我们1月份认识，但是他也经常出差，我也经常出差，所以我们见面的是，我们也就是这3个月才开始，就是真的是频繁。你听我说啊，只有当你不把婚姻作为执念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所谓的美满的婚姻关系。否则的话啊，你在这种执念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是很容易被蒙蔽掉很多信息的。因为你要跟人长时间相处，你才看得出来他是人是鬼。对，短时间的相处，其实很多人东西是看不出来的。是，尤其是像他这种，就是熬到这个岁数了还没结过婚。我也不说这个人是好是不好，好不好？但是确实到这个岁数这么的优秀，不结婚就是已经体现很多问题，这个是事实。但是呢，我也不说这个好不好，因为说白了，这种人他也眼睛长在天花板上，对吧？所以他看不上别人也正常。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他看不上别人，不代表他就会看得上你。他跟你相处到底最后是个什么情况，你还是得靠处，不要非常毛躁的急于去推动这个关系。OK， 好吧。你觉得我要不要给自己设一个止损的一个时间线？不需要，你设止损线，那就是婚姻执念推动的，知道吧？OK， 好吧，好，就这样。那我就继续再多跟他处。对，好，拜拜。我跟你们说，一定是拉长时长，你才能够看懂这个人的，因为你要看的是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对吧？我常常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们要跟别人处，你们也要观察这个人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他身边有没有待了很多年的朋友啊？他对待他的合作伙伴，对待一个路人，对待普通人，他是什么态度呀？
当你们之间发生了有利益冲突的事件的时候，他是什么选择呀？就这些东西啊，你要去看，你要去观察，对不对？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人性底色是什么。花不代表他人品不好，明白吗？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优秀嘛，难道他不花，人家女的可能也往上贴，对不对？但是真正的体现这些东西的是什么？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把这个事儿得给他看明白，得给他看懂。我跟你们说，那些不适合做长期伴侣的人呐，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到蛛丝马迹的。他对别人的态度，他在受挫的时候的态度，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的态度，对吧？他遇到甲方的态度、乙方的态度，跟他合作伙伴的态度，什么点位上其实你们都能看到。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们老是觉得，哎呀，他对我们两个人好就行了，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的，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说，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心，一个有大爱的人，他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大爱，这个是他的人性底色决定的，知道吗？你们可千万不要觉得他能够怎么恶劣的对待别人，确实怎么能好的对待你。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是他的青梅竹马，你们不是什么两小无猜的关系，你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已经混迹了几十年的，拿到过大结果的成年人，知道吧？你如果想要一个所谓的幸福的婚姻关系，你起码要确保这个人他是人不是鬼，对不对？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精卫的关系，进精卫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还什么一个律师1年赚1000万，手上没有资产，这都是问号。我跟你们讲，这全是问号，知道吗？一开始就防着你，防着所有的人，这都不是问号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人物画像就不是往那个方向推的？但是呢，你谈个恋爱也没毛病，好吧？边谈边看，咱们也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来，下一个来。旭旭你好。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在周二的时候有连线你，就是有个大佬。哎，我听不到了。我听不到了。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好了，说。喂。说。就是我在周二的时候有咨询你，有个大佬呢给了我50，然后那个是我的原厂设置的那一次，然后你给我的意见我听进去了，是不能恋爱的，不能长着的。但我想问你，就是可以把这个偶发变成多发吗？我可以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理我吗？是不是因为10点半？可是那是我第一次，你需要指导我、引导我，让我成长啊。就是我不知道话术要怎么说啊。你可以试试。然后我需要去报10点半提升一下，然后这个有帮助吗？你可以，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术啊，你可以发给他试试啊。但是呢，就是说咱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好不好？你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讲，你该提升是一定要提升，因为你遇到这个人还会有下一个人。你别说是搞大佬了，你就是搞一个普通的婚恋关系，这个事儿它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你毕竟30岁了，我对你是有非常深的印象的，知道吧？你是30岁没错吧？对呀，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这么聊，就按你刚刚那么说，可以这么发。其实也已经把自己摆得很低自尊了，但是除此之外，你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但是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抱什么太大的预期，而且大概率啊，别人不会说实话，知道吧？那我在现在发还是1个月以后再发，不然显得太黏人了。你前面跟他已经联系多少次了？前面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回来以后呢，听1v1老师的话，就是给他分享了3次生活吧，然后他点赞了1次，然后之后就问他你出差回来了吗？他说还没，就说好的，就没再联系了。好，那你听我说啊，不要发，
不要发啊，不要发。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前面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你并没有做出过非常过激的联系动作，对吧？没有做出过非常过激的联系动作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就是直接去判定对方说你不跟我联系了，你为什么不找我了？不能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给对方一点台阶，知道吧？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已经看懂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男人是这样的一个动物，你没有把这个话说出口，那么还不代表你完全低自尊，你听得懂我意思吗？低自尊呐，它是非常下作的这么一个策略。如果你还没有把这个话说出口，那么也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低自尊，对不对？那么呢，他说不定啊，他转一圈，他哪天晚上闲着了，他又有点 emo 了，或者他哪天看到你的某一张照片，哎，突然又勾起什么回忆了，他说不定还有可能有这个主动的可能性。我们把这个时间空间得给他留出来，懂吗？好，哎，所以说这个事儿，那我跟你说，那不是1个月，我跟你说3个月起。OK， 那我3个月以后再发信息。但是你听我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朋友圈的经营。好的，好不好？一定要把朋友圈经营好，也不要太多，我至少1个星期得有一次到2次，知道吗？就发自己的，主要啊，主打就是要好看。知道吗？你们千万别犯傻，男人是绝对的视觉动物，因为本身就已经是在10点半这个事情上面，让他已经觉得没意思了。本身我已经跟你把这个症结跟你指出来，我跟你讲，就你这个事儿，我已经问了我身边的无数男的，都得到了正反馈啊，就是我跟你给的，我跟你说为什么这男的就不搭理了，我已经问了无数男的，人家都已经跟我给正反馈了，人家都坚定的认同了我的想法，知道吧？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是这么个事儿。那么你呢，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现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重新勾起别人的意愿嘛，对不对？那么在朋友圈里，你所有的展示一定是好看的啊，身材有曲线的这个那个，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你该怎么去提高，怎么去提高，好不好？好。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其实他第一次跟我有亲密的行为，但是没有10点半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也生气了，就没有主动联系他，他已经没有联系我，这1年之内我们2个都1个信息都没发，所以他其实是不太，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展示是有的。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之前他还没跟我发生10点半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断联了1年。是啊，所以呢？所以就是说，他那种偶然性再想起我，是不是可能性很少？哎，不重要，你现在不是要做尝试吗？明白，好的。那这个我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还认识其他的一些大佬，可是呢没有一个人像他直接上来就说要给多少给多少，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引导付出，或怎么样知道这个人是要白我跟你讲啊，把朋友圈经营好，然后呢看谁给你投来橄榄枝，你这个时候找一位老师给你帮助，就会帮助很大。我们在同时啊多线沟通的过程当中，把所有的情绪价值，就把所有人的情绪价值都先拉起来，拉起来了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抛诉求，然后看谁先能达成我的诉求，那么谁就是那个有最强付出意愿的人。请问怎样才算橄榄枝？什么意思啊？什么？我刚刚有说，就是说他主动说了，哎呀，你怎么样？你好漂亮啊！你做我女朋友啊！哎，请你吃饭，这些都是橄榄枝啊。就有那种说你什么时候来我的城市啊？哎，这都算呐，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我已经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你的这个情绪价值拉起来了。就不是说要等他付出了什么 No， 我们是先走，情绪价值是走在前面，看你能不能引导付出，然后你引导付出了，说明什么？说明我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值得的，我再继续，懂吗？你什么都不带，你等着，你就冷在那儿，那是搞不到什么的啊，因为你已经30了，好不好？好的，谢谢曲曲。好吧，就这样啊。
呦，你们这是睡醒了，真的，30岁睡醒了，是不是？30岁都没有情感经验，现在想起来搞大佬了。别人30岁的小姐姐，她已经在搞大佬这条路上都退休了，乖们，别个都退休了，你们才上路。哎呦，我的天哪，能不能好好的搞事业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说呢？什么东西他是不是得讲个工龄啊？完了又给我关了，算了，不开了。这边什么东西都讲个工龄，知道不？你这工龄时长都不够，你说你这个经验一点都不够，你天天还想在这个社会上去跟那些小妖精去冲，还跟他们去竞争，你怎么竞争得过呢？我的天哪！这情感经验没有，引导付出经验没有，搞大佬经验没有，什么经验都没有，哼哈经验也没有，屁经验没有。完全是从零开始。这30岁的小白，你30岁的小白，你一上来就，我也是服了。最后再连一个吧，来，还有吗？有一个。来连一个吧。你们说是不是的？那30岁的出来搞雌性的女的，30岁都退休了，别人恨不得，别人已经财富自由了，退休了，已经到我们这儿来当导师了。前面搞完了，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到我这儿来过这个退休生活了，上我们这儿来当导师来了。真的，在30岁的年纪，觉得自己已经就是走这个事业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算了吧，咱们还是赶紧搞第2曲线吧。哎，这名字有点牛的，你这名儿，我是大爷可还行，你这是个女汉子。Hello， 你好。你好，好，哎，你说，不好意思，那个是，哎，我听不到了，你不要退出啊，你退出我也听不到了。Hello， 你好，你好，哎，你不要退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样说话你能听得到吗？你不退出我就能听见啊，你说。OK， 好，因为不是写了稿子嘛，在这个手机上，那我只能大概跟您说一下，就是这样子的。我跟我的老公在一起，就是今年是第8年，然后谈恋爱3年，结婚现在有4年，现在有2个男孩。然后呢，我在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28，他30。然后呢，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我老公的物质条件就是在我的追求者当中不是特别好的那个时候。然后呢，选择他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包容我，因为我比较作闹。然后我想选择条件好的呢，然后我怕控制不住。就是我以前有谈过富2代，就是虽然这个梅花抽的很多，我不想。你说话声音大一点啊，不要越说声音越小。那我把那个蓝牙关掉，你稍等一下。现在可以吗？好，接着说。然后呢，就是陪他嘛，然后在他他在创业最难的时候，最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选择结婚，然后就生小孩。就生完小孩那一年，他就开始那个公司赚钱了，赚钱以后就近几年吧，发达以后呢，他就各种出去玩，就各种出去夜场，懂，就去 YC 场，然后找各种的那个小姐姐，然后呢，跟我没有10点半以后的生活，生这2个孩子就是看好了排卵期，然后一次性就成功的那种，后面就再也没有10点半以后的生活。那时候我要求他，就说他工作太忙太累，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是异国，就生完老大以后我们就异国了2年，因为正好口罩原因嘛，因为他正好在国外，那我们就见不了，我们就异国了2年。2年见面以后，他对我还是就是我要什么他也会给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对他没有太大的物质需求，那个时候我也什么都没要，但是我不知道他发达以后他就在外面玩的特别花。然后我发现他玩的那么花的时候，是因为他的2+1找到我了，自曝说
我在怀老二的时候，他跟我的老公去迪拜待了半年，他说是带上他各种玩，然后呢，我老公给他买，之前我老公总是看那个什么名表啊，他问我喜不喜欢，我说那个以前不是前2年很流行那个百达翡丽的手雷嘛，然后他问我好不好看，我说不好看，他说要跟我买，我没要，后来他就买给2+1了，给2+1，然后买了2个手表，价值100多万吧。这些不重要啊，这些都不重要，你往后顺，然后呢，他就在那个2+1身上大概花了400-500万吧，1年。然后呢，那个2+1他自曝跟我说，他跟我老公有孩子，然后我老公就没要，给他就各种承诺，给他买房子。然后呢，说把孩子不要了以后买房子，那个人就去做了以后呢，他说他没兑现。然后我老公跟他在一起以后呢，在外面还有各种长期和就不长期的，明白。我就很难想象我老公是这种人设，因为他在我面前真的做得很好，除了没有10点半以后的生活，对我真的，我就是我的要求，我说了他马上就会帮我去做，这种我就很不可思议。然后最后那个2+1呢，他自己可能我老公钱给他多了吧，我们在国外找私家侦探是很贵的，他去找了私家侦探跟踪了我老公，然后在我们车上放了跟踪器还，然后呢我老公出去玩了各种夜场的约的那些，你不要再违规了啊。sorry， 在 YC 场见的那些小姐姐全部发照片给我看，然后我才知道我老公是这样的。你现在说一下你今天的问题好吗？我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就说你今天的问题吧。我的问题就是我跟我老公闹了将近1年多，但是我老公还是待在家，还是就是说哄着我，但是还是我们会吵架。他说他会改，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改。反正现在我们又异国了，他又出去了。我说我去看他，他也不干。那么现在我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就是我跟他恋爱生了孩子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工作。他也会给钱给我一些。多少？发生这个事儿，我就反正每个月我就找他要钱嘛。这1年多我找他拿了200-300吧，400，将近有400。然后呢，我的诉求就是，我现在如果要跟我老公在一起，我要怎么样跟他相处？他呢，我觉得他是个皇帝男的那种，他喜欢被捧，我总是说一些打击他的话，他特别不喜欢。我不知道我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等，停，你别那么磨叽了。他平均你们现在在一起多少年了？就是结婚多少年了？我们在一起今年是第8年。几个小孩？2个。1男1女吗？2个男孩。2男。然后他每年大概给你多少？以前我是1分钱不要，我觉得只要赚钱，钱能在他那。来说数据，不要说感受，不要说感受。不要说感受，说数据。没有，就是我是发现这个事情后，现在我才找他拿钱，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后我就吵架，就让他拿钱，反正每个月给我钱。你多大？我37，他我36，他38。然后你们2个人多久没有10点半？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1年没有，因为那时候刚怀孕嘛，就是我怀孕8个月的时候，那个谁找上门的。到现在呢？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后，我就强制要求啊，就1个星期有2次，然后但是有2次的期间呢，他还是去 YC 场各种玩。我知道了。一个晚上可以找3-4个。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需要那个倾诉，那么你挂了麦以后呢，去1v1啊。如果你需要倾诉，挂了麦以后去1v1。我就是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事儿里边的几个核心点。第一件事儿，你老公是一个皇帝多偶，这个是铁板钉钉。多偶男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变成单偶男，这个在我的金贵的关系里我已经下过定义了啊。多偶男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儿变成单偶男啊，所以说你想让他变成忠诚的男人绝无可能啊，一辈子不可能。
听懂了吗？在这个点位上，你做任何努力都没有用。OK，这是第一件事儿。好，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因为我现在心里不平衡。你闭嘴。第二件事儿啊，就说如果说你能想得透、想得明白这个事儿，说白了，他就是个财神爷，他反正跟你长期异国，你拿着米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你，你也别讨人嫌，知道吧？你天天扒拉他，也扒拉不成你想要的样。说白了啊，他是个多偶，你想让他忠诚，绝无可能。那么无非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占多少份额的问题，就是占有他的时间、身体、精力啊，你多占点，别人少占点，或者别人多占点，你少占点，无非就是这个差异，懂吧？所以说呢，其实还不如就是啥也别管，啥也不问，他就是个财神爷，你拿着米，你想干啥干啥，他不会管你的，懂吧？对，他不会管你的，所以你这个叫什么？精力全部放在我身上。你现在所有的这种痛苦叫做作茧自缚，明白吗？你拿着他的米过你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你的阳光大道。如果你非要管他，你非要管他跟别的女的怎么着，这个你就叫作茧自缚，你就叫自讨没趣。听懂了吧？你就算扯快了阵，首先第一，我不认为你会扯快了阵，因为你不是个傻子，这么大个大财神爷毫无必要去放手。第二，你就算真的扯快了阵，你第一不能保证你再找一个这么大的财神爷。第二，就是说忠诚这个事儿本身就要打一个巨大问号。没米的男人他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你还是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说呢，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我对你的建议呢是拿他的米过你的人生，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建议。什么10不10点半的，什么这些那些的都挺扯淡的，知道吧？你要是去学什么10点半，或者说去进行功能改善，我就建议你用在别人身上，懂吗？哎，好，因为它没有用，因为我跟你说，你们这个频率太低了，会搞得你内分泌失调，知道吗？女人呐，这个器官呐，它常年不用失修，它就跟那个汽车锈了一样的，懂不懂？你等着它回来，哎，跟你有个什么1、2次这个样子的话，这个频率它会让你产生巨大的身体问题，懂吗？这个频率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频率必须往上提，他提不了，找别的地方提啊。OK， 好吧，好，就这样啊。你有需要下去1v1啊。好，拜拜。其实这种是最容易解决的，其实就是思想你们要把你们思想的那个枷锁给打开，明白吗？很多传统的东西你把它扔掉。因为人到最后，你是为了自己而活，你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活。幸福的人生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懂吗？幸福的人生就是我每天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难受，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糟心，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堵得慌，这个就是幸福的人生，它是个非常具象的东西，懂不懂？就是我不会一天到晚脑子里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个男的跟别的女的1、2、3、4、5了，我想这个我肯定不幸福的，我肯定不爽啊。然后呢，我也不会我想着要是10点半，他不跟我10点半完了以后我堵了，我是不是堵了？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不幸福的点位啊，是吧？所以说你最终是要让自己幸福，但是让自己怎么幸福？精神松绑，身体通畅，明白吧？任何一个人，我跟你们讲啊，任何一个男人我都可以跟他产生爱情，明白吗？我呀是一个爱情制造机，懂吗？这个男人呐，他只是我制造出来投射的一个对象，明白吗？我会制造爱情，我怎么制造爱情？我会亲亲抱抱举高高，对不对？我早上对着你笑，晚上我就哼哼哈，我这是制造爱情，很具象的东西。这个东西，但凡我对一个男人看得顺眼，我就能在他身上做投射。但是这个你们知道吗？这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这样的，一定要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人呐，对吧？你才能够获得这么潇洒豁达的人生啊！你都有，你这男的一年能给几百个 W， 你现在出去干什么活你能挣这么多？什么样的老板能给你这么多？对不对？你还非出去扒他，你扒他干啥？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没事找事儿，对不对？
所以他给米嘛，你就拿着米嘛，你想干什么就是干，你去寻求精神的松绑，去寻求身体的舒畅，这个就是米的效用。米是工具，你有了工具，你什么样的人生不能过？所以像这样的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完全是因为你思想走了死胡同，明白吗？像你们这样的女生啊，真的到我们的社群里边，你跟我们的小姐妹多交流一下，真的你马上就是新世界的大门你就打开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手上留的米干什么用，屁用没有，是不是？作茧自缚，天底下的男的都死光了，非得要他一个，他是那儿强成啥样了，让你觉得欲罢不能啊？啊，不至于吧，犯不上吧，对不对？多少男人排着队等着你，你不好好的睁开你的眼睛去看一看。我跟你们说，有的时候你们以为那个男人想要你忠诚，我告诉你，实际上很多男的呀，当他这个婚姻他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心里都想着你只要别管我，你干啥都行。他只是不想把这个话说的这么难听，明白吗？因为你天天扒拉他，他可烦了。他本来自己过得蛮潇洒，然后又跟你两个异国，本来就八竿子打不着，你天天把他不得了。他内心其实特别想跟你说，你爱干嘛干嘛去，行不行？我把米都给你了，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儿做？你别跟我两个人在搞，知道吧？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我要给你米？你不就是孩子他妈吗？你孩子妈，你把孩子搞好，那么剩下的时间你自由安排不行吗？你非得宽着我干什么？他是这种想法，懂了吗？你们天天拿自己的那个道德压力去想别人，你觉得哎呀要忠诚，你就觉得他也希望你忠诚吗？他只是有些话他不想跟你讲的那么明，因为他希望你玩你也能避着他点儿，这个才是底层逻辑。他要是在外面玩花了天，你不知道，不也等于没有吗？其实说到底，你是怕他玩吗？是因为他玩到你前面来了，玩到你也没钱了，你实在是装瞎都装不了了，你才烦呐，对不对？你真的但凡还能给你一点装瞎的空间，你也不至于烦呐，是不是的？所以男人对你是一样的，他到这个程度，他本来就八竿子打不着，你以为他那么想管你？自己给自己人没事找事儿，属于是。我们女人呐，真的一定啊，要慢慢的把自己活成一个雌雄同体，要具有男性思维。无论是情绪上的自由，还是身体上的自由，我们都有能力去争取、去寻找、去获得。一个人人生在世就这么点事儿，嘴巴上吃的和那个啥，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就非常简单。我认为啊，一个人呐，只有两个欲望是真实的，就是吃到嘴巴里的和10点半。其他的我告诉你们，其他的就是什么穿什么衣服，坐什么什么，坐高铁是坐2等座还是坐1等座，坐飞机还是坐船，是吧？我每天是看了个展还是在家里读了个书，这些东西之间呐，其实呢它都不是那么本质那么底层的诉求。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底层诉求就2件事儿，这2件事能满足啊，其实其他的事情啊，多一点少一点，不就那么回事儿。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大俗人的想法，明白吗？你说你这是不是特别简单？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不就结了吗？对吧？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哼哈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现在马上下播了，不说了，已经拖堂15分钟了，拜拜。周6见，周6早上10点见，拜拜。